回长老，此次瀚海沙漠历练，袁剑空一队与红粉太子遭遇大败，内门弟子莫师姐以及外门弟子宝亲王刘康不幸殒命，其余4位受伤弟子悉数在此，均是受了6域阴雷之毒，但已被华师兄解救。但有2名外门弟子却活不见人，死不见尸，反而和那红粉太子一同消失了。难道这2个外门弟子和魔道有染？此事天星长老自会定夺，尔等无需智慧。王墨林就是逃入了此处，你跟紧我。是，师姐。你叫我什么？既然已免去我家奴身份，我理应叫你一声师姐。好一个师姐！我辈修道中人最怕心有桎梏，你这一声师姐，已打破这道桎梏，与你今后的修道一途大有好处。无疑。你在天的魂灵别散，我这就去为你报仇。这口剑已经被我加持，灌注了我紫电阴雷刀的一缕神通。只要斩中敌人，立刻会爆发紫电刀气，将其麻痹。谢师姐。迦兰峰弟子夺回2条玄金地脉，已交还蓝月国接管。万罗峰弟子夺回3条玄金地脉，也已交还蓝月国接管。你们做得不错。我闻听半长老说，你们大师兄在瀚海沙漠救了1对门内弟子，但伤亡有些惨重，其中唯有紫电峰的人下落不明。你们可知道其中原委？回掌教，当时弟子正在征讨盘踞玄金地脉的魔道余孽，具体的情况不是很清楚了。不过，有本门弟子曾看到方清雪师妹出现在蓝月城，身边多了一位下山时并未同行的紫电峰弟子。无妨，那些金器是玄金地脉的外观，对于我们修炼之人有莫大的好处。原来这就是出发前半长老所提到的玄金地脉啊！玄金地脉对修炼之人至关重要，也是仙魔2道的必争之地。既然我们已经看到了玄金地脉，驻守此处的魔道余孽也该出现了。这丫头说的有些夸张，其实这里的地脉几近枯竭，
对修炼已没什么太多的功效价值。你那粉红太子到底算干什么吃的？不过是一些残矿而已，丢了便丢了。我自会向大宗主汇报，根本无需跟你这个老东西解释。放屁！仙魔大战在即，任何环节都可能影响到日后战局。更何况我们已经将祭坛布置到这瀚海腹地，如何能说丢就丢？哟，既然这么重要，为啥还只派一些肉身境的弟子看护？那是为了避人耳目。妖神祭坛，想不到至关重要的妖神祭坛，竟隐藏在这小小的玄金地脉里。你老是放肆，居然擅自闯入我妖神祭坛！是什么人给你这么大的胆子啊？难道你真的以为凭借一己之力就可以杀掉我天阳小真人王墨林吗？别说区区你王墨林，迟早有一天，我会亲自杀上妖神宗，和妖神一较高下，看看一代妖神是何等的神通。无知者无畏，就凭你的修为，也配和我们的妖神宗会一样投降？这里都是我终生痛死的卑鄙魔子！在这个重兵把杀的妖神祭坛，你还想挑战妖神？简直是痴心妄想，真是不见棺材不落泪呀！墨林，魔头真灵，血变玄威，妖神圣逆，受我神威呀！太上星落，鬼魅无庭，三魂不死，欺负无名。单口獠牙，夜叉刀行，修罗杀力，天国地情，锐气之星。方清雪，先前一役不过是因我不备，才被你占了点便宜。你不是想见我妖神宗主吗？那我就如你所愿。你还不是他的对手，王墨林交给我，你先帮我牵制住上面那些杂兵。双蛇化环，王良破落。效果竟然如此神奇！放开，我下边的石柱东出去，这样才能更好的将这些魔兵分而上之。方清雪，还
混沌沌，颠倒肉身，血之所引，急急如律令。这莫林兄怎么变成个胖子了？不行，机不可失，我不会辜负你的。方清雪，刚才在瀚海沙漠是我过于谨慎了，现在你的死期到了。快为我那8人8鹤偿命吧！坏了，失策，还是草率了。方汉，你每杀死一只魔兵，我都可以通过化血大法吸收他们的血之精神，将其炼成大补的纯净血丹，为你使用。抢夺魂魄，化血炼丹。哼，不错。当年黄泉大帝就是通过地下黄泉圣河，专门为黄泉门炼制纯净血丹，分给门下弟子服用，好让他们突破肉身的极限。以你现在的力量，也不过只有5马之力。你需要不断地壮大气血，并将气血炼成精神，来为脑海提供充足的能量，这样才有机会踏入神通秘境。踏入神通秘境，最少需要10马以上的力量。看来最快的方法，只有服用这纯净血丹，才是加速强壮肉身的最佳选择。为了无疑，不管仙道魔道，我都愿意一试。快，炼制吧！这难道就是血？方清雪，你欺人太甚！岂要还魂的法！方汉，不对，那王墨林在用幻魂术，增强自己的魔力。你叫什么名字？让开！妖神即将降临，我看你资质不错，虽血肉凝练，但根基稳固，远远超过一般的神变高手。死在这里可惜了。只要你放下手中的剑，听我的，我就不杀你。修罗都是凶残成性的家伙，不该这么婆婆妈妈才是。如何？哼，他是想生擒活捉我，威胁师姐。
这点小心思，我有什么不明白？要是我不放了，敬酒不吃。小小麻痹，上我的台面！小小外人，挡住我这么多次攻击，足以自傲。我确实有点惜才了。黄泉真元，方寒，快把这股力量放出去！法力，这是法力！黄泉帝王，这是黄泉帝王，你是什么人？你到底是谁？不错，修罗的气血已经接近纯阳，可以炼成一枚大补的血丹。这就是法力，那是不是？你没有破奇，那是我的法力。以我现在的状态，帮你一次已经是极限了。刚才那头修罗也不算危言耸听，我劝你还是不要急着送死。未必，若真那么凶险，这修罗也没必要用我来威胁师姐。妖神祭坛是我们仙魔大战在瀚海的根基所在，日后进攻仙道门派的关键，异常隐秘，如何能被轻易发现？我是花木林师兄，为一个叫范星学的羽化门家传弟子过山好，他就让我讨回记忆的，对方应该是学的。你这弟子为自己活命，竟然敢暴露了祭坛位置。罢了，让残余弟子都撤出瀚海沙漠吧。你这是临阵脱逃！那这也不都是托你门下弟子之福吗？哼！若不是你那红粉太子欺男霸女，太过招摇，搅得蓝月国鸡犬不宁，如何能惹得羽化门派出真传弟子？仙魔大战在即，你以为就算没有红粉太子，羽化门就会坐视我们积蓄资源？你放屁！当务之急是赶紧将此事报知大宗主。哼！小小肉身境幻魂，又能奈我何？收！没有了七煞符箓，看你还能干什么？方清雪，方
方清雪，你欺我太甚！一起死吧！神杀，死而不灭，血为祭，方清雪现在何处？若方师妹此时尚未返还，恐怕还在瀚海沙漠。不过掌教请放心，华师兄已经抵达，想必不会有什么意外。方师妹刚刚晋升真传弟子，便锋芒毕露，确实该好好打磨一下心性，知道过刚易折的。方清雪这丫头，本座并不担心，那就等她回来再询问此事吧。其他各峰弟子如何了？不算大师兄和方师妹，此次前往瀚海沙漠的真传弟子共8人。已有6人返回门内复命，2人未归。石龙峰的石龙子师弟和碧焰峰的金石，石龙子这个武痴，想必是不愿轻易放弃这次历练的机会了。不过这金石台，哎呀，希望这次历练能对他有所触动吧。你们先退下吧。风白羽，仙魔大战在即，你不在羽化天宫好好闭关，竟还有功夫在这儿把弄这几具身外化身。身为掌教，总有许多事情要处理，哪能像你一样成天把自己关在一个小盒子里逍遥度日？那你把掌教之位传给天都不就行了？当个太上长老，岂不快活？要穷鬼为红衣偿命吧！你怎么又是你？我素不冤仇，为何总是纠缠于我？放屁！我要用你的狗头祭祀红衣！给我住！无知小儿，坏我大事！我的眼睛，我的眼睛，我的眼睛啊！我的眼睛，我的眼睛！我知小儿，我跟你拼了！我跟你拼了！我知小儿，拼了！够了，方海。红衣，我亲手为你报仇了。方寒，方寒，师姐，方寒。想不到你竟然真的斩杀了蓝若，还有那头生死而不灭，以血为祭，召唤妖神。
真妖神分身。好难受，妖神的威压就像大山一样压在我身上。快调用元辰精神术抵抗妖神威压，我也会帮你一起僵尸。灵堂四大法人，神人子弹当物剑，三观之中尽其身，死与不死修天门。玉华门的弟子，好胆识，居然敢破坏我的祭坛！妖神，你种植的7煞葫芦已经落入我手，你莫非是要亲自出手，替小辈夺回法宝不成？7煞葫芦虽然是我花费心血种植的一件宝贝，不过我并不放在心上。7大魔帝、3大魔皇已经签了攻守同盟的协议，要和仙道开战。你一个小小的弟子，就敢前来挑衅我的祭坛，阻挡妖魔大军，简直是自寻死路！简直高于日月，大如天地，凡人根本不可能抗衡。秦雪居然面对面和他说话，到底有多强？既然如此，那我就让妖神你的颜面尽扫吧！双蛇化龙。双蛇化龙，你的修为到了如此境界吗？天行的师傅为了你，硬生生的化土地，为了喝你的毒液，独自一人却能维持不坏之心，让自己的心平静而乱。你的确是仙道弟子之中出类拔萃之人，就先接我一招天妖吞肉吧！刚才弟子所报之事，你都听到了，可有看法？你是担心金日烈？亏他当年还向你为他那个宝贝儿子讨要了阴阳万寿丹，怎奈那小子也太不成气候，是想气死他老子吗？造化玄妙，金石台能有金日烈这样的父亲，便是他的造化吧。不说这些了。你觉得魔道为何只派一些肉身境的弟子驻守瀚海沙漠的矿脉？可见魔道对这几条玄金地脉并不十分重视。你派遣真传弟子，是否有些太看得起这些魔道邪祟了？天地虽大，其化均也。嘿。你我修行，也不过是从中挣得一丝余韵。也正因如此，仙魔之争从未止息。只有让魔道余孽意识到得不偿失，他们才会彻底放弃，解除后患。此消彼长，魔道各脉必然另有作为。继续关注他们的动向吧。尊长教法旨。天后天师姐，一清一浊，龙石其路，斗转星移，天地反复，心之六贼，意知其上。给我！
魔法下，小法下，难道还是靠我的天佑大手印吗？魔君前影，万亮丛生，丝如万象。师姐，这把封住他。丝罗万象，丝罗万象。幻门的弟子，怎么可能会使用间谍魔宗的功法？好你个方清雪，竟然能扛得住我的天佑大手印！罢了，也算你命不该绝。剩下的就看你自己有没有这个造化，能逃得过屠魔的追杀。看不见我，看不见我。原来是你小子！我说方清雪，如何能把森罗万象使用得如此行云流水？应天晴，看不见我，看不见我，看不见我！看不见我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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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看不见我！看在你爹应先天的面子上，我说是方清雪，即便是你，也见足不了。好强的魔气！师姐，方寒，妖神威压之下，你竟没有什么大碍。算了，你既已是我方家之人，又多次助我，你身上的秘密我也不管了。日后或许还会有更大的机缘，望你能为玉华门。师姐，我中了妖神的天妖大手印，法力溃散，刚刚触破他的妖法已经是竭尽全力。想不到长生秘境高手的一个小小的分身，就这样厉害。我必须即刻关闭五感，守住心神，炼化妖气。你来为我护法。这葫芦是一件至宝，它里面的血之精神已经被我抹杀。你现在滴血祭炼了，王木林正摸头炼制的天狼焰威力无穷，即使肉身境，也可抵挡5重以下的神通秘境高手，其中还有上古毒虫，可助你护我。这就祭炼了。原来如此，我的虎口被大阿修罗震破，伤口上的血液接触到葫芦，自然就完成了祭炼。方清雪，金石台，想不到你也有他怎么会出现在这里？七煞葫芦，大胆奴才，竟敢私藏魔门法宝！难道你这是想要加害我正派忠良不成？还不快快献上！金师兄，怎可这般说话？师姐刚刚与妖神经历一场大战，为门派挣了功勋。金师兄如果有什么要事，还等师姐恢复再说。我在跟你收缴魔门邪物，
你一奴才却在胡搅蛮缠些什么？还不快快呈上于我！恕方寒不能从命，这是师姐的东西，我只不过是暂为保管。一个奴才有什么不能从命的？你这是在顶撞真传弟子？你师姐不是教过你这样做的后果，怎么就忘了呢？糟了，这金石台是铁了心要抢，我不能坐以待毙。先试试这葫芦。打他！怎么不听使唤？居然结成了一个球。不过也好，面对金石台这样的对手，根本没有胜算。全力防护，也不失为上策。先扛到师姐莲花妖气，等她醒过来再说。小小奴才，竟敢抗命！你以为凭借一件宝器就可以抗衡神通秘境的高手？我今天就杀了你这个奴才！闭眼神手！这就是真传弟子的实力吗？金石台，我与师姐和你同是玉华门弟子，你为何下此毒手？而且玉华门门规，真传弟子不能相互残杀，只能在天心台上一决胜负。你背叛门规，师从叛将！一个小小的外门奴才，知道什么叫做门规？我也懒得和你废话，就算隔着狼烟，也能把你炼化为灰烬。好生，鼻炎好像直接在我的身体中燃烧。这真传弟子果然厉害。坏了，我的图！小心，这时候不要分心。这小子是在炼化你的血之精神，你只要护住神智，就可以保护七煞葫芦不失。否则的话，神智一迷糊，这葫芦落入他的手里，你的小命也就完了。烟，你到哪里去了？我以为你……我刚才助你抵抗妖神威压，损耗了些许真元，只是回到土里小憩一下而已。你现在感受一下背部。居然变成纹身了！我早说过，九窍金丹之中有黄泉大帝的鲜血，而黄泉图也有黄泉大帝的鲜血，两两一体，不可分割。你如果修炼到了长生秘境，就可以把黄泉图真正融入自己的血液中，法力只怕比羽化门掌教都要高深。你这样出现，要是让师姐与金石台看到了怎么办？哼，不要紧，否则他为何知道你身上有秘密，他也不管。而且长生秘境之下是无法轻易察觉到我的。那丫头刚才不是也说了吗？这葫芦中不只有七煞狼烟，还有沾染了煞气的上古毒虫。这些毒虫凶猛无比，不畏水火。你用意念控制葫芦，把毒虫放出去便是。好。你现在不过是困兽之斗罢。你刚才说的毒虫是什么？你只管催动葫芦试试便知。难道这葫芦里真有毒虫？果然有。小小诚志，
也敢与我的碧炎争辉？这是上古毒虫！这些毒虫竟然如此厉害！这些毒虫可还有别的惊喜呢。我的法阵被……碧炎破杀！说轻敌了，看我不收死你！你先小心，我会暗中助你。老韩，这个小辈刚才使用的是大自在玄金剑气，乃是羽化门8大神通之一。金师弟，今日不见，你的功力要精进了。石师兄误会了，刚才我是一时大意了，小小虫只能带我喝。献丑。我是羽化门石龙峰的真传弟子，叫做石龙子。你是哪个？这小辈有点来头。方寒，先不要妄自出手。羽化门紫殿峰，外门弟子方寒。外门？你还是让开吧。不知道石师兄为什么要协助金师兄迫害师姐？莫非我羽化门不是仙道正派，而是自相残杀的魔门？我虽然是外门弟子，但也知道门规，掌教至尊，明察秋毫。你们所作所为，不怕他老人家责罚吗？放肆！我来此，不过只想跟他打听一个人。那也得等师姐醒过来再说。都是羽化门弟子，有什么事是不能好好商量的吗？哼，你这方家奴才，不过一个外门，居敢这样跟真传弟子说话，想死吗？还不快把魔物交出来！啊，这小儿是为我而来。不知金师兄说的可是那七煞葫芦？此乃方师姐赐我护身法宝，现如今已在石龙子师兄手中。难道金师兄也想要吗？奴才，别装傻，快把教父黄泉图交出来！什么图？哼，你骗得了别人，骗不了我。我刚才全看见了，就在地底妖神祭坛内，妖神威压之下，你竟全身而退，
连我与方清雪都难以匹敌，一小小外门，若说没有交付黄泉图这样的重宝护体，如何能做到？妖神，只有交付黄泉图，而且还用它抗衡妖神威压。是啊，不仅如此，还有那王墨林，我亲眼看到他在地底斩杀王墨林。真是我亲眼所见。对了，还有那方清雪与王墨林在瀚海沙漠缠斗的时候，虽然我离得远看不真切，但这奴才还用肉身上去帮方清雪挡七煞狼烟。他肯定有所依仗。原来他一直都在场。哼，王墨林也算不得啥子东西，但外门弟子可随意使用交付黄泉图。金石台，你是不是脑壳遭驴踢了？他。方寒无需担心，新来的这个似乎并不相信姓金的鬼扯。你只要继续和稀泥就行。不过确实，外门本来也不可能随意调用交付黄泉图。倘若有个不测，我助你全身逃离此地，也不是太难之事。你。外门弟子不过初稿，若不想死，就赶紧把交付黄泉图交出来！卑鄙！你不过是对师姐杀你8人8鹤一直心存芥蒂，欲加之罪，何患无辞？嗨，你还别跟我提这个，越提这个我越来火。够了！莫非金师弟喊我来此，只是为了解决你与这些外门弟子之间的私怨吗？对啊，石师兄，那图很有可能是在方清雪身上。荒唐！以我石龙子的资质，就算那黄泉图真的在此，我的兴趣也不大。我之所以听你金石台的话来此，其实是想见一下师妹身边的另外一个人，魔门中1000年一出的天才，先天魔帝之子，魔帅尹天晴。尹天晴，我晓得，只要师妹有危险，你就会出现，你还不现身？莫非以为我的大自在玄金剑气无法伤到好方妹的方师妹吗？石龙子，你敢动他一根手指头，就会万劫不复。堂堂魔帅，难道也只是个藏头芦苇之辈？好，就冲藏头芦苇这4个字，你就得付出1只手臂的代价。
尽天强，这是我们羽化门内部的事情，你的手未免伸得太长了吧？就算是九天仙尊，动清雪，我必杀之。念在你和清雪同门，修行不易，若你此刻跪地求饶，自断一臂，我可以考虑放你们离去。哼，好大的口气！实话告诉你，我今天来此，就是想和你交手。传闻你是魔道千年难得一见的天才，哈哈哈哈哈哈！而我最喜欢做的事情，就是把天才扼杀在襁褓之中，真的是巴适哦！大自在，玄金剑气！还记得刚刚的妖神吗？一宗圣者，威能无穷，就算是一个分身就可以重伤方清雪，而眼下这个人，竟然隐约有了妖神的气息。死在逍遥孙杀他！你小子居然练成了瞬杀大法，难怪敢与我叫板。啊，瞬杀大法，这一招乃是精神和天地气流的高度契合。当年仙魔大战，风白羽这老东西不知道用这一招瞬杀了多少魔道精英。可惜还不够快。仙殿白骨舍利。这招使得更是优秀。哪里好？家父可是羽化门丹方长老烈阳子，你可知晓？
你勾结王墨林，在瀚海沙漠中暗害清雪不成？又尾行清雪进入妖神祭坛，堂而皇之的出杀手。你以为我不知道吗？原来王墨林是金石台引来的。那方师妹，不是也回击我了吗？我也差点被他打死。此事算是扯平。扯平？放屁！若非妖神给我面子，只怕清雪就危险了。金石台，你可知罪？我也是受人指使。装死！不装了，我不装了！华师兄亲自交代，我查找黄泉图的下落，我也没办法呀。华师兄，华天都，华师哥你都不知道，华师哥就住在羽化门最高的天都峰上，成为羽化门弟子，就可以上去见到他了。原来红衣的死跟王墨林、金石台、华天都都脱不了关系。念在你与清雪出身同门，为了不让清雪在门派中难做，暂且先饶你一命，没有下次。滚！好。不过有天晴，你今天打的不是我金石台的脸，而是仙道石门的脸，你会后悔的！你敢！我的胳膊！红衣的死，绝不能就这么算了！羽化门外门弟子风寒，为红衣来取你狗命！大胆方寒，竟敢勾结魔道，以下犯上，弑杀同门！华师兄，就是这个方寒，不仅勾结魔道，还占据我一条手臂。华师兄一定要为我们做主啊！羽化门的脸都被你丢尽了，退下！怎么是勾结魔道呢？明明是你们正道门派内讧，与我魔道何干？既然此事与魔帅无关，就请回吧，免得提前引起先天魔宗和仙道石门的冲突。此事虽与我无关，但此子保护清雪有功，我魔帅保下了。对了，华师兄，我刚刚还看见这方清雪跟他从地底出来，那里可是有妖神祭坛，要不是这厮与魔道勾结，如何妖神会放过他们？聒噪！
应天晴，你敢这样接二连三的羞辱我！在地底诛杀妖魔，反而事到如今，却要被同门追杀，魔门保护。我父亲放在眼里，就是不将仙道师门的人放在眼里啊！我为何要将仙道师门的人放在眼里？华师兄，华师兄！看来仙魔大战未起，先天魔宗就要后继无人了。那就先杀了你，再清理门户不迟。天寒玄冥境。红叶，我跟他的境界差的仅仅只是这外邪的气息，就……方寒，无需长他人志气。这厮看似霸气外露，但水平离长生秘境差的还有段距离。待我恢复之后，也不过是些灰灰罢了。我劝你冷静点，这厮虽还不是长生秘境，但绝不是红粉之辈，不是现在的你能觊觎的。我知道。别动！放心，堂堂魔帅不可能没有后手。稍安勿躁，就算真的要逃，还有我呢。白骨血舍利。
这枚丹药神力充沛，想必是先天魔帝应先天为这小子保命准备的。他居然舍得送给别人。你和清雪什么关系？师姐带我进入仙门，对我有知遇之恩。刚才情况紧急，多谢魔帅出手相助。既然清雪将你带在身边，想必是信任之人，怎会如此羸弱？想报恩也要有报恩的实力。我看你出使七煞葫芦，还有些不得要领。但你护清雪有功，这样，我赐你7口飞剑，助你祭炼七杀剑阵，葫芦便可以发挥更大作用。这魔道之人虽救了我与师姐，但这赠剑却隐隐透着些古怪。不可，此举应该另有深意。我乃是仙道门派，你是魔道之人，本就水火不容。魔帅好意，方寒心领，但我不需要你的飞剑，日后我必加倍修炼，自然不会缺少灵气。哦，既然你拒绝飞剑，想必不是一个愿做依仗武器法宝之人。但以肉身为依仗，便自然需要一身横练的本事。不如我点拨你几招，想必你一定不会拒绝。听好了，天地之气，汇之六合，一念成善，一念成魔，与日则寿，与命则厚。意欲折磨而不能视，以堕色而不闻九音，以血敌身不侵外物，以肉铸甲百炼成金，魔气自然而生。通巨穴过云门，由中枢至闭关，周天而复始，复始而周天，这便是大魔金身。应天晴，清雪，清雪，你醒来了。你这弟子天资不错，我刚刚传授了他大魔金身，想必日后一定有所成就。都记住了吗？多谢魔帅。应天晴，你怎么会在这儿？刚才你闭关疗伤，遭遇同门偷袭，你这手下不敌，而我正好路过，就帮了你们一把，转来此地。我也是见你这弟子虽自身孱弱，却敢于护主，所以才打算赐他灵剑，助他提升。怎奈他性情桀骜，不肯受之。无奈，我也只好换成功法，他才勉强答应。魔门功法总是需要锤炼一下肉身的，实在怪不得我。很好，我们方家之人的确是不需要任何施舍，连堂堂魔帅、先天魔帝之子都敢拒绝，比起我的那些弟弟妹妹，却要强上很多。师姐，这是您的葫芦。本来这葫芦是不准备给你的，但是你的风骨颇得我赞赏，这葫芦你也就拿着，凭借它度过最困难的肉身境，在羽化门争得地位。谢师姐。看来我疗伤过程中发生的事情还颇多。回禀师姐，金石台、石龙子，还有花天都。清雪不必过心，不过是一些宵小之辈来做一些偷鸡摸狗之事而已，都已被我一一化解。你虽然刚刚助我，但你也清楚，我身负掌教寄托，就算你不来，
我也是有万全之策的。你还是这个性子，连妖神你都敢和他动手。要知道，妖神连我父亲都忌惮3分，要是你有个3长2短，够了。你我并不相欠。回首当年我们2人在大北洋归墟出狱，遭遇到水谷天魔围困，归墟交换道术，天仙魔魔合一，天地广阔，却要有相应的实力，才能肆意驰骋。你我间的纠葛，早就是命中注定的事情，何必互通道术都是两相得益的事情，没什么好说的。如今仙魔大战即将再起，你我一仙一魔，势如水火，最好不要过多纠缠，否则后果不堪设想。仙魔大战我并不在乎，我也不想划分什么仙道魔道，你我共同在这天地之间修行，求长生超脱，有什么不好？罢了，看到你没事，我心甚慰，就此别离。方寒，我记住你了，实力虽弱，骨头却很硬，祸在旦夕之间。我魔帅做事，从来没有人违逆过我的。今天看在清雪的面子上，我是无了你，但下不为例。你魔帅有魔帅的尊严，他要杀你，我阻拦不住。等你实力强大了，再说想说的话吧。你这瀚海沙漠一行的经历，我已大致了解了。可惜王墨林已死，金石台勾结魔道之事，死无对证。你虽是护我斩他一臂，但却是以下犯上，这是既成事实。金家家主是有实权的丹房大长老烈阳子，定不会就此罢休。瀚海沙漠是金石台构陷同门，并导致红衣殒命，只砍断他一条手臂，怎么还成我们的错了？我知你心有不甘，但强大才有公平。本来杀死王墨林，你应该会得到一枚阴阳万寿丹，但丹房大长老烈阳子为了儿子断臂之事，必会从中作梗，万寿丹肯定无望。普天之下，不管仙道还是魔道，哪里不是弱肉强食？我会在闭关疗伤前，将金石台勾结魔道伤我之事，以及你如何削去他手臂之事，一并上报给掌教。掌教定会公允处理。目前你的外门身份太过飘摇，为今之计，只有早日成为内门，或可长臂或缓。明日一早，你先带着修罗骨刺去内仙院报名内门，我也会亲自助你提升实力。不过你要记住，我若不在之时，凡事务必隐忍，低调行事。是。萧石，你别怕，我姐姐虽然对外人杀伐果断，但对自己人很好的。不过此行仓促，都没有提前递上拜山的名帖，实在是失礼。你堂堂不夜岛的少岛主，怎还在乎这些俗世礼节？放心吧，不夜岛啊也是家世渊源，姐姐不会反对你我之事的。另外，你既已是我方家之人，我会跟家父商议，将青薇许配于你。你二人互通道法，对双方的突破肉身桎梏都有助益。外门也好，内门也好，最重要是尽快进入神通秘境。
此境不同于肉身境，更重精神上的感悟。师姐不，小石，快点儿！姐姐，姐姐，青薇，姐姐，瀚海沙漠的事我都听说了，你可真厉害！啊，我没弄疼姐姐吧？不妨事。那就好，那就好。今天青薇就是特地来看姐姐的。另外，给姐姐介绍一个人，萧石，还不快来参见我姐姐？羽化山，外门弟子萧石，见过方清雪师姐。姐姐，别看萧石自称外门弟子，他其实是南海不夜岛的少岛主呢。他的父亲也是一个特别厉害的海外散修，母亲呢和姐姐一样，是玲珑福地的真传弟子，修行都已经达到了金丹境了。我们这次来是想找姐姐商量一件事，不过下人是不方便听的。喂，那谁，还不快快退下！青薇，方寒护我有功，我已通知父亲，去掉方寒的奴籍，收为义子。而且，方寒和你早已经是同门弟子，不得口无遮拦。姐姐，你竟然为了一个下人凶我！就算取消奴籍，在我眼中，他也只是个养马的。再说了，他能有今天的成就，还不都是姐姐给的修行机会？说他有功，那瀚海沙漠一役，为何我姐姐伤成这样，他却毫发无损？定是他贪生怕死，看我不先抽他几鞭子！住手！姐姐，你为什么总护着他呀？师姐，我还要准备内门报名之事，方寒就先行告退了。姐姐，你看他，越来越不知好歹了。青薇，我还要静养调息，你送客吧。姐姐，姐姐，都怪你。走了。青薇，以你的身份，何必被一个马奴影响心情呢？爹，孩儿不活了，孩儿以后没脸见人了。成何体统！给我站起来！你先答应帮我杀了方清雪，还有那个方家奴才，不然孩儿永不请战。那你就永远躺在地上吧，永远也别站起来。要是娘亲还在，一定会护我周全，为我撑腰，绝不会让孩儿受这般欺辱。是我对不起你娘啊，竟教出如此孽子啊！不知何时
我的闭眼群修矛才能练到爹爹这样的地步？哼，不成器的东西！谁叫你又去招惹方清雪啊？那8人8鹤还不够你长记性的？长点脑子吧！华天都叫你做甚你就做甚啊！那石龙子已经练成了瞬杀大法，有他在你都对付不了一个方清雪，还让一个外门家奴斩了胳膊，我的脸都被你给丢尽了。那个砍了孩儿手臂的奴才叫方寒，他仗着方清雪跟魔帅给他撑腰，所以才这么狂。再说那什么石龙子，他也不行啊！瞬杀大法没练到家，他不是也丢了一条手臂吗？哎呀，我要不是误信他的能耐，也不至于这样。哎呀，爹爹，你要为孩儿做主啊！我要削上手臂，狠狠地修理那狂妄的奴才。哼，那方清雪不过是一个新进的真传弟子。虽莫名被掌教看好，但如此嚣张跋扈，岂不是弃我金家无人？有爹在，自然为你做主。不过，你这条手臂暂时不能接上。为什么？难道是日月混骨丹不够了？哼，你的断臂是给那个方寒治罪的铁证，微末家奴以下欺上，无论他有什么理由，都难逃门规严惩。爹，您真是太有智慧了，一定要弄死方寒，再狠狠惩罚方清雪，也断他一条手臂。你这断臂，华天都也脱不了干系。而且，如今他已是代掌教，绝不能坐视不理。走，去天都峰。
微笑，只想看到你的微笑。倘若红衣有知，只怕会后悔救你性命。我原以为仙门是超然物外的清净之地，却发现这里依然是尔虞我诈，当同伐异。从羽化山门到瀚海沙漠，死了那么多人，除了亲者痛，仇者快，还有什么意义？我只能告诉你，不同层次的人对相同问题的理解是大相径庭的。弱小之辈看到的只是失去，而强大的人看到的却是改变。就算我能杀掉金石台与华天都，为红衣报了仇又能怎么样？红衣已死，无法改变。哼，你才入道几天呀？真正的强者是能逆天改命的。逆天改命？修仙一路本就是逆天改命。我黄泉门更是要到达巅峰，去重排天道轮回。你的意思是说黄泉门可以？只要你足够强大了，就能纵横万界寰宇，突破时空，逆转生死。到那时，什么人神仙魔，什么魑魅魍魉，任谁都不能阻挡你的意志。那我就要去逆转生死，复活红衣。好，好一句逆转生死。诸天万界，仙路茫茫，只要你成就永生，便可重塑纪元，再生造化。一切的一切，就都在你负手之间而已。红衣，我只想再次看到你的笑。内心之后，竟然洗炼精神，突破了第9重通灵境的桎梏。怎么了？没什么，只是有一种熟悉而温暖的感觉。师兄，请听我解释。当日瀚海沙漠情况极为复杂，那些沙匪竟然事先知晓了我们的位置，准确地对我们发动了袭击。必是有人对系通风报信。我猜测，此事必跟着方寒有关。而且，倘若不是他将左师弟的灵风剑收走，武灵剑阵也不会被夜叉轻易破去。
荒唐！我堂堂羽化门竟出了你这么个贪生怕死之辈，不以为耻，还强词狡辩。师兄明鉴，我逃走也是为了救同门手足。红粉魔头的6羽阴雷太过厉害，银蛇剑被废，我若不冒死回来报信，恐就真的无人生还了。恳请师兄明鉴。华天都，华天都，你给我出来！我问你，你是怎么护我孩儿的？你先退下。是。华天都，儿为你查找交付黄泉图的下落，你明明在场，还让他被斩去一臂。这个大师兄是怎么当的？哼，你儿一个真传，被外门弟子砍了一条胳膊，也不知哪来的脸面来天都峰找华师兄的晦气。毕竟在金长老面前，他还只是个孩子。孩子废物被打，老子无能没办法报复，可不就只剩下来欺负华师兄脾气好了吗？我先是在妖神祭坛激斗妖神分身，受了些轻伤，后面为了救石龙子，又被魔帅打伤，才被那方寒趁虚而入。哦，原来金师兄竟然是我们羽化门的大英雄。可现在门派上下全都知道是方清雪击退妖神分身，石龙子重伤断臂，依然不肯丢下金师兄。想必一定是金师兄高风亮节，将功劳让给方清雪与石龙子，还自愿被外门弟子砍掉一条胳膊的。九公童子，你们莫要狂吠！要不是探查不周，我儿又怎么会深入险境？以我之见，那方寒绝不只有外门的实力。童子顽劣，金长老莫怪。妖神祭坛之事，我已上报门派。掌教至尊已令我师父如意子前去彻查此事。如意子，当年魔道黄泉大帝凭借交付黄泉图肆虐寰宇，涂炭无数生灵。如今金师弟为彻查交付黄泉图的下落，不惜以身犯险。这份功劳有目共睹，日后定当论功行赏。但金师弟不仅勾结魔道，还……大师兄，千万别听应天晴那魔头瞎说啊！我是被他屈打成招，都是他逼我说的。并且在没有确凿的证据下，构陷真传弟子。大师兄别误会，我当时是把你搬出来吓唬他们。我说的是方清雪。对，交付黄泉图就在他们身上。图呢？图，但至少魔帅出现，他们勾结魔道，证据确凿。当年归墟一战，方清雪和应天晴联手击杀水谷天魔。对此，掌教至尊早有盖棺定论，不过是各取所需，诛魔而已。只是应天晴自归墟之后，一直苦苦纠缠方清雪。如今方清雪立下大功，你莫非还以为可以凭此事扳倒一位前途无量的真传弟子不成？而你却是真的联合魔道，直接对我羽化门真传弟子方清雪动手，不是吗？
应天晴是魔道妖人，殊不可信。但我儿断臂势大，真传弟子的威严容不得挑衅。此事绝不能就这么算了。这是自然。方寒目无尊长以下欺上，趁金师弟重伤虚弱，偷袭断其臂。而且莫师妹一行被红粉太子埋伏，恐怕也与方寒脱不了干系。不严惩，无以正门风。哦，你打算如何严惩？弟子纷争自有天行长老主持公道，其中缘由，我会上得天行台，如实上报天行长老，以作定夺。哎，对啊，上了天行台，滚滚天雷必将他们炸个身形俱灭。下面就是那些人的前身，你快去报名吧，祝你成功！果然比以前厉害多了。既然如此，那你一会儿自己走回紫巅峰吧。我走了，再见。何仙子，来者何人？不知道外门弟子不能上场为前辈吗？我乃羽化门紫巅峰外门弟子方寒，已完成门派历练，前来内仙院取得内门考核资格。不知阁下是哪位前辈？前辈在此。竟然是个小女孩。一个小孩派头却不小。你说你完成了门派历练，可有什么凭据？有点意思，那就让他看看我的修罗骨刺。修罗骨刺，你这是杀了一头大修罗？是啊，怎么样？好吧，让我来看看，你这是真是假？这骨刺可不轻，可不要弄伤了自己。这骨刺重达100斤，即便是肉身8重的高手，轻易也……竟然拿起来了！修为与我也不差，那末世界应该也比不上他。而且，居然像玩筷子一般，没想到他小小的身体竟有如此的力量。果然是修罗骨刺，你还是可以的。敢问姑娘如何称呼？你连我都不认识，你是新来的吧？口气还真不小。那你以后叫我师姐就好了。我是迦兰会的曲月，这小女孩看着不过10来岁，竟然还想要做我的师姐，也是来报名内门的。对了，你刚才说你叫方寒。原来你就是方师姐手底下的那个方寒啊！是啊。哎，你别跑啊！你认识我？那是，你的师姐方清雪太有名了，而且你们在瀚海沙漠不仅杀了天狼小真人王墨林，还击退了大妖怪分身，简直就是门派的功臣。他说的应该是师姐击退的妖神分身吧？倒是很普通呢。之前我听说你们都很
都很吓人是吗？那你觉得我吓人吗？看你这年纪，想必还不知道什么是真吓人吧？等你见了妖神，大概就知道什么是吓人了。对了，你给我讲讲瀚海沙漠发生的事吧。这个嘛，我想想。好吧，那我就给你讲讲我跟师姐如何打妖怪的故事吧。太好了，那我一定要向嘉兰师姐推荐你入会，那你就成为嘉兰会第一个男孩子了。嘉兰会，嘉兰，他刚才说的是5大真传弟子之一，看来这个孩子也不是一般人。这不就是瀚海沙漠的左师兄吗？那时因为凌风剑被收，处处难为我。今天恐怕又要找事。哎，你今天感觉怎么样？快走吧，他们都到了。哎。等等，左师兄，你回来了。华师兄赶到瀚海沙漠的时候，并没有看到你，为什么你也能安然无恙地离开瀚海沙漠？还有莫师姐，到底是怎么死的？师姐嘱咐我低调行事，对一些人不回应就好。我没必要回答你。你什么你？你这人长得好生奇怪。我是嘉兰会的虚月儿，识相的就赶紧让开。这，我们走。好你个放狠，你给我记住。快点。方清微、萧石杀死雪狼一头，缴获杀匪佩刀数件。勉强够资格，牌子你们拿着吧。回去准备准备，5天后再到天空院接受天魔战场的考核。谢长老，谢嘉兰师姐。跟我来，带你插队。哎，张兄，你看那人背的可是修罗古刺。这不是你家那个方什么吗？他怎么也来了？还真是修罗古刺。不可能，典籍中记载，那可是修罗一身精华之所在啊。内门都难，外门弟子怎可能做到？你说会不会是假的呀？嘉兰师姐，嘉兰师姐。嘉兰可是专程为了你等了许久。别，见过长老。嘉兰师姐，我跟你说啊，他就是那个在瀚
瀚海沙漠里杀了大妖怪的那个方寒。你就是方寒。你这弟子才入外门多久，怎可能击杀一头修罗？杀了一头修罗，这些人都这么惊讶。要是我把红粉太子的尸体也拿出来，不知道会震惊成什么样子。请迦兰师姐和长老明鉴。果然是修罗骨刺，修罗一身鳞片精华之所在，稍微祭炼一下，就可以炼成一口灵气飞剑，实在是难得。方寒可以参加内门考核。谢过长老，谢过迦兰师姐。轻微，轻微，别这么孩子气。不过是一根小小的修罗骨刺，便如此大惊小怪。谁知道那骨刺是怎么来的？我听说，其实是魔帅所为，随手赏给他的。羽化门的后辈，眼界如此狭窄，真是一代不如一代了。茫茫瀚海沙漠，若是没人与沙匪串通一气，沙匪如何能那么准确获悉我们的路线，趁夜偷袭？据我所知，难道不是你觊觎那阴阳万寿丹，所以联系莫师妹，在瀚海沙漠中故意暴露自己的行踪，特意引来了沙匪和背后的红粉太子？只不过是你的见识有限罢了。区区一个武灵剑阵，怎能奈何红尘魔宗的精锐弟子？若不是那方寒抢走左师弟的灵风剑，武灵剑阵残缺，你不是还有银蛇剑吗？竟知糊涂！我辈修行，何时法宝飞剑这些外物成了安身立命的根本？你是得到了我姐的赏识，才让你上山成为外门弟子。想不到你居然还能够拿到内门弟子的考核资格。你也不过是在山门前殴打方烈，小人得志而已。姐姐一意清修，世俗中的事情她不懂，让你给骗了。我可不是那么好骗的。你过来跪下，我有几句话要提点提点你。师姐已经答应了我，让你嫁给我，从此以后，我就是你的未婚夫。这一点，青微你要明白。哼，大胆！放肆！你的修为居然如此之高，怎么可能？怎么？还有人要动手的吗？我是南海不夜岛少岛主方寒，你到底是何许人也？今日刺我一脚，来日我消失必有后报。不夜岛，没听说过，我还以为是仙道10大门派的万龟仙岛呢。我是什么人？你刚才不是听到了吗？我暂时是方清微的未婚夫，至于你想日后报仇，就看你有没有这个本事了。清微，你放心，
到天魔战场，我会照顾你的，这也是你姐姐的吩咐。我不相信我姐姐会说这个话，我也不要你的照顾。就算我以后嫁猫嫁狗，我也不会嫁你。癞蛤蟆想吃天鹅肉。我不是癞蛤蟆，你也不是什么天鹅，不过嫁不嫁由不得你。来日我成为真传弟子之后，会给你一条出路。不过在这之前，我得禁止你和别的男人来往。毕竟，现在你名义上是我的未婚妻，你要是再和别的男人亲昵，我颜面何存？以后若是再有像不夜岛少岛主这样的男人，我见一次打一次。这就是你说的方寒，确实嚣张至极。哼，叶师兄所言极是。方师弟，瀚海沙漠一行，只有你安然无恙的回来，你总得给莫师姐一个交代吧？就你们，也配向我讨要说法？今天就由我来为雨花门清理门户吧。袁师兄，那我呢，可有资格讨要这个说法？袁剑空，你不过是个临阵脱逃的鼠类，又有什么资格这么拦我？方寒，你乱说什么？若不是我及时找来华师兄救援，一行人岂不是全部遭了你和红粉太子的毒手？你竟反咬一口！哼，莫师姐孤身奋战，她拼了一条命才将红粉太子打成重伤，救下我与红姨。要是当时你不逃，那魔道邪祟岂能逃走？莫师姐又怎么会死？你污蔑袁师兄？污蔑？哼！否则以红粉太子秉性，你们以为自己只是中毒那么简单吗？啊！好一个牙尖嘴利的仙门叛逆！既然好言不能相劝，我便逼你说出真相。羽化山内禁止私斗，你们都当门规是儿戏吗？天行长老，行了，若还想打，就去天行台解决吧。此事便到此为止，都散了吧。遵天行长老法旨。唉，咋了，袁剑空？这还听不懂吗？哼！有了今天这一战，想必以后少不了麻烦。能被这样轻易解决的，也算不得什么麻烦。袁剑空，不过是个绣花枕头。哈哈，你才修炼了多少时日？对了，天行长老是什么境界？深不可测，恐怕随手就能捏死100个你。青薇，你这是？叶师兄。好了，
那方寒说，再有男人接近你，就见一次打一次。我就不信这个邪。天都，来我天行台，可是为那金石台断臂一事。天行长老英明，弟子确为此事而来。瀚海沙漠一役，金师弟与方师妹因误会产生了一些冲突。那魔帅应天晴追随方清雪师妹而来，重伤石龙子与金师台时，这两人技不如人，与清雪何关？清雪已经修成神通五重天人境，又力战妖神分身，扬我门威。不日就要前往小仙界修行，你身为代掌门，要时刻维护我门下弟子。方师妹，我自然会维护。但弟子亲眼所见，清雪师妹麾下一个叫方寒的外门弟子，以保护方清雪为名，趁金师弟重伤之余，斩去他一条胳膊。不管怎样，我堂堂羽化门的真传弟子，竟然被一个外门弟子斩去手臂，实在是泄气。正是，这小小外门，依仗势力以下犯上，戕害同门。倘若不施以惩戒，今后我羽化门还如何管束弟子？有了过错，当然要罚，否则门规何在？金石台再不成器，也是我羽化门真传弟子。如今那些外门弟子很不安分，就将这方寒拘禁仙牢，3日后予以仙雷击顶，以正法纪。是。此事就由你这个代掌门负责。下去吧。弟子告退。掌教至尊要召见我，可是为了断臂之事。无妨，我去就回。回禀掌教，方寒和红姨偶然遇到我与天狼小真人王墨林的恶斗，红姨为护我突破境界，重伤殒命。后来弟子与方寒一起追杀王墨林，战妖神分身，却遭到金石台的偷袭和伏击。要不是魔帅与方寒的保护，弟子恐遭大难。金石台伏击于你，可有凭据？门派自会去彻查此事，
但方寒却是当真斩下了你金师兄的手臂，这是天都亲眼得见，确实难逃门规严惩。成交。门派已决定，3日之后，在天刑台给方寒仙雷击顶之刑。修仙之人不要总被凡俗所扰，你现在便往小仙界去吧。情况有些不对，你自己小心。天行法旨，押解仙老。我何罪之有？我犯了哪条门规？以下犯上，罪无可恕。师姐现在去见掌教至尊未归，即便你们要捉拿我，也要等师姐回来才是。这紫殿峰可容不得你们撒野。我说无语，出手就擒。小心！你随身之物已经全都被收走了。这是哪里？此处是羽化门的仙牢，自成一个小洞天，你是出不去的。看来羽化门确实对真传弟子爱护有加。金石台虽然是靠丹药晋升神通秘境，没想到伤了他，依然会引来门派的雷霆之威。看不出来你还挺冷静的，我还以为你会有更大的反应呢。其实回来当日，我就有了这一步的心理准备。你后悔了？我不后悔。金石台联合魔道，害死红衣，袭击方清雪，罪有应得。可惜啊，你修为低微，要是你能发挥出黄泉图一半的威力，只怕风白雨之下，无人能困得住你。羽化门堂堂仙门大派，自有公道。倘若他们就是要置你于死地呢？我自有计较，不会坐以待毙的。我要提升实力，争取那一线生机。好小子，我没有看错你。天地之气，鬼之六合，一念成善，一念成魔。遇日则寿，遇命则厚。以欲遮目而不能视，以堕塞耳不闻九音。哼，这是应天晴那小子传你的大魔金身吧？这大魔金身不过是脱胎于五帝大魔神通里的低级功法，对目前来说也没什么作用。我来帮你一把吧。黄泉门中有更完整、更高级的功法，你要不要学？我当然要学。爹，现在方清雪的那个奴才已经被打入仙牢，3日之后，我就可以亲眼见证他的仙雷击顶之死了。不过是一个小小的外门弟子，倘若能随意杀伤真传弟子，那羽化门岂不是乱了套了？看你那点出息，
不过是死一个外门弟子，就让你高兴成这样。说到底，还不是你太不成器。哎，爹，今天这样解气的日子，就不要再说那些。爹，如今大仇得报，孩儿敬您一杯。下一个就轮到那方清雪了，我要为我的8人8鹤彻底报仇。下面正沟通着黄泉地火，而上面是一块万年法晶，可以凝聚太阳真火，需要用这鼎内的黄泉水来洗炼肉体。这是要煮我？哼哼，正是。这是黄泉门中一种通过煮沸淬炼精神锻炼肉体的功法，比起你刚才要练的大魔金身，有着云泥之别。此功法唤作阎罗金身。阎罗金身？我再问你一遍，这需要承受在黄泉水中的无尽沸煮，经受世间最残忍的痛苦。方寒，你能够忍受吗？而且，即便学会了阎罗金身，也未必能救你性命。哪怕只有一点活下去的希望，我都会奋力争取。安忍不动如大地，静虑深密如密藏。无论承受多大的痛苦，都要安忍静虑，否则杂念一起，精神一散，你便万劫不复。但倘若成功，就能让你更进一步。众生皆苦，要想达成所愿，保护自己，就要不断的变强，否则只会不断的失去。方寒，你就在沸水之中锻炼精神，磨练肉体，在此其中受尽苦难吧。集中精神，收束杂念。安忍不动如大地，静虑深密如密藏。心可以驾驭万种精神，肉身的痛苦也是一种精神。你要驾驭精神，忘却痛苦。如密藏。心之所在，意之所动，化苦为乐。苦海无边，回头是极乐彼岸。方寒，3日之后，是生是死，就看你自己的造化了。怎么了，月儿？慌慌张张的，慢点说。方寒被抓走了，3天后就要被
那又如何？方寒不是这样的人，他一定有他的理由。方寒斩下真传弟子手臂，此事已无转圜余地。3日之后，你随我同去天刑台吧。3天时间，要达到阎罗金身小城，果然是不太可能的事情。还是多谢你了，阎。天刑台上有天刑长老在，我无法与你说话。你见机行事吧。好。方寒，如果你今天就要死了，还有什么别的心愿吗？红衣，是时候了。时辰已到，上台受罚。月儿，修仙成道看似逍遥自在，却又残忍无比。你要好好看着这一切。弟子方寒。方寒，你以下犯上，损害我羽化门真传弟子，不严惩，无以正纲纪。我受天刑长老之命，主持天刑台。时辰已到，开始行刑。皇皇仙雷，火色灭香。我还有事情向门派汇报。难道硕大的羽化门就没有公道可言吗？仙雷之行一连9道，会逐渐剥夺罪孽6根，便是眼、耳、鼻、舌、身、意。接着废除一身修为功法，直到诸佛灭形，完全消散于天地之间。迦兰师姐，这天刑台自从羽化门开宗立派以来，不知道诛杀过多少法力强横、横贯诸天世界的人物，从未有一人可以从仙雷之下逃出升天。这方寒恐怕……皇皇仙雷，灭生灭，起石台。被我这个外门弟子斩去手臂，还有何颜面站在那里？难道你就不想亲手报仇吗？你仙雷已降，勿需多言。难道你永远想做一个躲在父亲和门派后面的废物吗？小小外门，死到临头还如此癫狂，有点意思。
金石台，你待如何啊？我不是废物。哼，如若可以为仙门亲手宰了这个逆徒，也是荣幸。此巅峰外门方寒，申请与真传弟子金石台进行天行对决，生死无论。想不到啊，想不到，竟然有外门弟子申请和真传弟子进行天行对决。这奴才莫不是得了失心疯？我也从没有见过如此不自量力之人。一个小小外门弟子，竟然要和真传弟子进行天行对决，有意思。我羽化门万年来，从未有过如此好玩之事。金石台，你当真接受吗？我3招之内就能将他正法。方寒，你虽然犯下重罪，难逃一死，但念你勇气可嘉，本座就让你全力一战。我把你的随身物品交还于你。这……爹，那小子有了葫芦，我有点……哎呀，你快把祝融火神剑借我先用一用。我宣布，天行对决现在开始。一言七尘，终为天神；上朝金阙，下赴昆仑。大魁贪狼，或许还能周旋一下，不用这么早亮出底牌。连真，武曲破军。天狼七闪烟，出！天地裂血，万鬼自溃，气机如雷霆。就算是战斗秘籍里的废物，随手一击也有这么多威力，并且里面金子似乎能克制七煞葫芦。螳臂当车，千对坤根，九阴九阳，土甲激火，九阳诛我。愧为真传弟子，手段真是层出不穷。越是强悍，对使用者的精神力要求越高。我倒要看看你在我儿神通秘境的实力前
还能撑到几时？风寒！秦师兄不愧是羽华山人尽皆知的废物。风寒！要不还是回去吃些丹药再来吧。生机断血，炼金血骨，飞龙下，羽化登秋，日月换不丹。火神敕令，盗魂仙王。小家奴屡屡与我为敌，这就是下场。这一招闭眼焚天，天行啊，看得出你对那小子有点兴趣，化为灰烬吧，否则也不会将七煞葫芦还给他。不过，本来雷行也就是一瞬间的事情，你却偏偏同意他经受这烈焰焚身般的折磨。正合我意。哼，果然是恶人自有天收。你这人怎么回事？总是阴阳怪气的。大家都是同门弟子，哪来那么多深仇大恨？徐月儿师妹，方寒这种勾结魔道、杀人夺宝的败类，千万不可同情。哼，你哪只眼睛看到了？我虽然当时昏迷，但若非属实，之前也不会判他雷行正法呀。管理便管理，是非曲折自然由天行长来判罚。吵死了！方寒，方寒，是你救了我，抱歉，我还是让你暴露了。这方空间隔绝外界，没那么容易被探查。况且，就算被发现，也是我需要操心的事。你不如好好感受一下周围的环境。虽然这祝融神火品质上比不上黄泉地火，但好在量足够大。还不够。心之所在，意之所动，化苦为乐，苦海无边，回头是极乐彼岸。爹，你看，我把这忤逆的奴才烧成灰了，赢了！我金石台赢了！爹，我赢了，赢了，赢了！
这怎么可能？不死！废物！不，我不是废物，不是！你刚刚用的是黄泉门的阎罗金身。啊！方寒，教父黄泉图果然在你身上，你继承了魔道道统，你果然是打入我羽化仙门的魔道余孽。我就说这小子不是什么好东西。没想到这小子居然藏得这么深，不愧是丹方大长老，居然能认出阎罗金身。不过，金长老，你能否证明这就是你所说的阎罗金身？黄泉门早已四分五裂，主要功法接近失传，我去哪儿给你证明？所以，当日瀚海沙漠。金石台便用魔道法宝为由构陷方寒，金长老又要故技重施吗？那分明就是魔道功法，你倒是说说，不是阎罗金身，还能是什么？当日我与方师姐大战妖神分身，侥幸脱困，却被同门逼上了绝路，是应天晴出手相助。这便是他当日传授我大魔金身，这一点，方师姐闭关结束后，自然能为我作证。真正和魔道勾结的，并非方寒，而是这真传弟子金石台。你胡说什么？方师妹出关后，我等自会去查证此事。此刻，便先完成你们的天行对决吧。哎，对，天行对决还没完呢。在这天行台上，你跟我废什么话？糟了，七杀两年几乎消耗殆尽，他若再蓄力攻击，我是躲不开。什么？烈阳子，若真如方寒所言，那么他砍的就不是一个羽化门真传弟子，而是勾结魔道的仙门叛逆。方寒，你不但砍伤我儿手臂，还污蔑我儿清白，老夫全都记下了。方寒，你可知污蔑真传弟子是重罪？方寒虽无实证，但当日在妖神祭坛，王墨林死前曾指认袭击方师姐是受金石台所托。满嘴胡言！王墨林怎会说这些话？即便说了，魔道的一家之言，如何能信？真传弟子本就是为了争夺掌教大位，只是有些人手段过于卑劣。瓦莫林还说，其实妖神分身本来是用来帮你对付华师兄的，是也不是？华师兄，我没有，别听他的。早知道你不会承认，好在天道有眼。那时在瀚海沙漠，你亲口承认了，联合王墨林为方清雪师姐布局。当时石龙子师兄也在场。
你勾结王墨林，在瀚海沙漠中暗害清雪不成？又尾行清雪进入妖神祭坛。华师兄亲自交代，我插手黄泉图的下落，我也没办法呀。师兄，石龙子当时，我明明见着他，好像是晕的呀。难道你以为魔帅既然要你亲口承认罪行，会真的让石龙子师兄重伤昏迷，放弃这个有力的人证吗？既然有人能证明，这便再简单不过了。石龙子何在？弟子石龙子在。既然你当日在场，便如实说说吧。是。闭嘴！大师兄，那是应天晴逼我说的。况且我和王墨林说好，只是对付方清雪的。妖神分身的事，他根本没告诉我呀，如何能？弟子当时被魔帅所伤，陷入昏迷，并不清楚周围的情况。你诈我！爹，天行子，天行长老，你知道，我就这么一个儿子，子错父过，这些年我对门派的贡献，难道还换不回我儿一命吗？要么就把老夫也一起杀了吧！你天行子也不是没干过这种事情。那就禁闭100年吧。爹，我也不想关禁闭啊！华师兄，当时我也是为了你，我才……华天都，你……既然如此，方寒诛杀王墨林有功，应获阴阳万寿丹1枚。良子，你就……什么？赐给他？方寒随方清雪师妹诛杀魔道，如今又洗脱罪身，本应受赏，但王墨林一役中，是方清雪师妹压制了王墨林，方寒才有机会参与其中。若将阴阳万寿丹赏赐给方寒，恐怕在内外门弟子中难以服众。不错，这阴阳万寿丹有现在的要事，给，恐怕拿到阴阳万寿丹，方清雪手里会遭人记恨，是祸非福。天行长老，华师兄说的对，我杀王墨林，完全是为了给红衣报仇。不过，是方师姐给了我手刃仇人的机会而已。方寒不能，也不想将这阴阳万寿丹据为己有，还请天行长老收回成命。也罢，但方寒对门派有贡献，不能不赏。既然7煞符箓如今在方寒手里，天都，你就赐他7把灵剑，助其完成7煞剑阵吧。行了，都散了吧。我儿帮你做了那么多事，今日
却被你亲自送去禁闭。你我都知道，师弟失口那一刻，这便已经是最好的结局。若再放任他说下去，只怕反而弄巧成拙。难道戴掌门也怕被拉下水？我或许没事，但你与天行长老和掌教的情分，怕是就要用尽了。儿子都不在了，要这些情分又有何用？金师弟服用了阴阳万寿丹，又突破了神通秘境，寿元悠长，实力强劲，但唯独不足的便是心性不稳。区区100年禁闭，对金师弟来说，未尝不是一件好事。嘿，烈阳子就这么一个宝贝儿子，这下怕是要怀恨在心了。哼，今日烈千辛万苦给他儿子求的一枚阴阳万寿丹，结果连个外门弟子都打不过，怪得了老夫？唉，其实也不怪金石台无能，只是风寒此子确实气运绵长，不该断在这里。不错，就算老夫降下雷刑，有蛟伏黄泉图在，恐怕也能化险为夷。老夫只是顺水推舟，看看这小子拿不拿得起这件绝品道器。不经涅槃，何以重生？说到底，清雪也罢，天都也好，在天地大劫中，总有人要站出来。仙魔大战在即，还得辛苦师弟在天行台继续监测我羽化山法界。天行恭送掌教师兄。都说御剑就是御心，说到底，不过是将精神附着在灵剑上，催使灵剑杀敌的手段罢了。你如今虽然达到肉身第9重通灵境，又有七杀剑阵加持，但最根本的精神力大有不足，自然不能发挥七杀剑阵的全部威力。既然有了7把灵剑，就没有不用的道理。有什么办法能帮我提升精神？配合一些丹药，以药性辅佐羽化门的元辰精神术，便能提升功法效果。你之前服用的血丹也有这种功效，但炼制血丹的材料过于简陋，功效自然一般。聊胜于无，血丹还剩下多少？没了。早知道省着点用。本就是炼来用的，用便用了。你现在即便只是按部就班地修炼元辰精神术，过个1年半载，操控7把灵剑也并非什么难事。内门弟子考核在即，等不了那么久。难道黄泉门就没有更好的修炼精神的法门？魔道修炼精神的功法，
与仙门大相径庭。如果想快速提高精神力，确实有办法。只要吞噬他人的精神，便可一日千里。你这羽化门修行弟子数之不尽，可不像地底魔族般难以寻觅。你要不要学？言，言，方寒，你刚刚和谁说话呢？我，即便我显现出这副精神形态，你不会以为一个小小的外门弟子便能察觉吧？喏，看你在天星台上表现不错，这个给你。哦，我早就察觉这小丫头身上带着好东西，还想着怎么能给你弄过来，没想到她却主动交出来了。你可别小看这瓶丹药，灵气浓郁的程度，比起用修罗炼制的血丹，也不遑多让，可不像一个外门的小姑娘能有的。我尚且得你相助，侥幸击杀一头修罗，才有机会炼成血丹。他一个普通外门弟子，不知得付出多大代价，才能攒齐这瓶丹药。这东西太过贵重，方寒心领了。这种丹药，迦兰师姐那多的是，你喜欢就都拿去好了。我又没说这小姑娘身上只有一瓶。疗伤讲究对症，贪多反而不见得是好事。剩下的就辛苦小师姐再带回去了。唉，天与不取，反受其咎。有道理，没想到你还懂这些。那个烈阳子长老就不该给他儿子吃那么多丹药。多谢小师姐了。照顾你们这些后进的师弟师妹，本就是应该的。何况我们还是朋友。那赶紧吃了吧。无故赠你丹药，本就蹊跷，现在又督促你当面服食。以你现在的实力，疗伤时对外界的感觉必然会变迟钝。若有人偷袭，恐怕连阎罗金身都来不及用。不过，我可以帮你看住这个小丫头。不必了。严师弟，我看见你啦，快乖乖给师姐出来。难道是严师妹？怎么样？怎么样？已经完全恢复了。那我们走吧。快！去晚了，传宫院就要下课了。传宫院？传宫院明令禁止外门弟子进入，我们去干什么？有没有听说过10年苦修不如一朝顿悟？传宫院授课的可都是法力高强的真传弟子和传宫长老。多少外门弟子想去听课，却苦于没有资格。不过嘛，你跟着我是有这个资格的。眼下多控制一把灵剑，便多一分把握通过内门弟子考核。你现在进展缓慢，不如跟着他去听听，或有所收获。羽化门的功法
还是有很多可取之处的。特别是你们掌教那种层面才能接触到的羽化飞升经，那是可以练到成仙的无上法门，当年黄泉大帝都想得到的东西。方寒，干嘛呢？快点啊！哦。小师姐，你不是带我来听课吗？哎呀，但我也没说从这道门进去，是不是？这边。小师姐，你就这么听课？所谓无形，便是不可视之物，不可闻之物，不可触之物；所谓有形，便是可感之物，可知之物。其气生于天地，而自在于万物，故而一时、一数、一人，皆有好人。这条路我只告诉你了，你可不许讲给别人啊！一时之气，可镇鼓掌之地；一数之气，可镇方圆数里；一人之气，可吞山河，纳百川。为何？这样的人刚正不阿，锐利锋芒，与浩然之气相合，气运人魂，人运气势。我羽化门便是以生为引，以浩气为任。小师姐，斩外道，除邪魔，这便是浩气长歌。天地浩气，长歌当哭兮，死寂死地。我辈修行清净自身，不为外物所扰。如今你们身为内仙院弟子，享受门派资源，在这传功殿听取授业，却因为一些小小的杂音，便方寸大乱。现在的你们，日后还如何为我羽化门抵御魔道七脉的靡靡魔音，弘扬我派仙家道统？想要静，便要修心。修心还好是迦兰师姐，怪不得虚儿有恃无恐。元辰精神术的修行不能懈怠，修炼精神并非一朝一夕能完成，贵在持之以恒。不过，同样是修行一门功法，同样是有大毅力之人，却依然有人能一日千里，有人缓步艰行。为何？这其中的差别，便是对这门功法的理解。看来这功法还得好好学习学习。是啊，之前学到元辰精神术的口诀，自以为摸索的可以了，但听迦兰师姐一讲解，才知道只学了皮毛。以后要是能天天来就好了。那你来找我玩啊，都包在我身上了。迦兰师姐，今天课业加倍。迦兰师姐，我知道错了。随我回去吧。你要努力通过内门考核，我要让有心之人看了笑话。是，师姐。
找我来玩。终究还是要成为内门弟子，才能获取更多的资源。方寒，这里是内门弟子学道悟道的场所，你凭什么到这儿来？那日在瀚海沙漠，你多次用飞剑偷袭我，是不是得给我一个交代？我当时有银蛇剑在手，要杀你，你岂能活到现在？你杀不了我，是因为自身实力太弱。有上好的灵剑，又有何用？你不服？方寒，你莫要欺人太甚！身为仙门弟子，却要倚仗妖神宗宝器大放厥词，不觉得可耻吗？我揍你，还用得着使用宝器？好。看来有人是不打算把山河榜弟子放在眼里了。嘿，不用你手中的七煞葫芦，你又算得了什么？罗金身！金碧罗山！魔功欺压同门，还说自己不是魔道。同门，你偷袭我的时候，还想过同门？抛弃末世界的时候，可想过同门？你的所作所为，你我心知肚明，何必还在这里惺惺作态？方寒。有种你杀了我！种因，结果。今日便是你当日在瀚海沙漠种下的因果。我方寒做事，不苛求天道公允，但求无愧于心。以后在我眼中，再无缘见空。你好自为之吧。但你害死莫师姐，弃同门于不顾，这份因果。你袁剑空真的以为能逃得掉吗？你方寒，方寒！身为天行长老，这都不去管管？你不是也看好那个方寒吗？如今怎么还给这袁剑空这等弟子打抱起不平来了？况且仙魔大战将至，无论是天都、清雪，还是羽化门中其他弟子，都不能置身事外。最终能剩下几人，造化玄妙，我等也不能参透啊。若事事都能预见，变数也就不再是变数了。爹，你要为儿子报仇啊！您看看这暗无天日的地方，100年呀，我出去了，您在不在都不一定了呀，爹！混账小子，敢咒你老子啊！哎呀，我是担心自己不在您身边，会有人对您不利呀。行了，你那点心思我还不清楚。仙魔大战在即，你那点小小的恩怨何足道哉？
你呀，就待在这儿，好好反省吧。就是仙魔大战，咱更得收拾这方寒呀！他和魔帅勾结，证据确凿，他就是魔道安插进我羽化门的呀！您就算不为了我，为了羽化山门，也不能放过他呀！好了，不必再说了。你若什么时候想得通，我便什么时候想办法放你出去。还能出去？爹，我已经想通了。我个人的得失，在门派危机前何足道哉？既然方寒在瀚海沙漠为门派挣得荣誉，可见心系我羽化山门，我再也不会为难那个方寒了。父亲，父亲，您别走啊！您放我出去，我也想为羽化门出一份力呀。我改主意了，就你那点道行，还是老老实实的在这儿待着。仙魔大战结束之前，别想着出来了。爹，仙魔大战开始的时候再把我关进来也不迟啊！爹，金家逆子，金家逆子啊！金石台已经受到了应有的惩罚，但始作俑者仍然在逍遥法外。天行对决距今已有数日有余，接下来的那门考核才是真正的考验，要开始了。红爷，据说这次考核不仅要去域外星空，更有天魔从生，可谓凶险莫测。你便陪我一起去吧。王师兄，我还是有些不踏实。历年的天魔战场试炼，外门弟子都死伤无数，我不知能否活着回来。虽然天魔狡诈，形态多变，稍不留神就会被他们蒙蔽，进而身陷险境。但是修道先修心，刘师弟，这正是考验我们定力的时候。快跟上！我倒要看看，这天魔是何等的厉害。天魔是炼丹的好物料，食丹者肥则不老，食其者神明而寿。修为越高，炼出的丹药品质越好。用它们炼制成碧落大丹，服役修行可日进千里，其品质功效远超用地魔炼制的血丹。碧落大丹，好。丹药乃修炼之基石，自然是多多益善。来者何人？石龙子，他怎么在这里？不知他会不会找我麻烦？考核玉牌。外门弟子方寒，参见长老，石龙子师兄。天魔战场是域外天空划分出来的修炼之地。哎呀！
怎么突然痒起来了？小子，天魔战场远比瀚海沙漠凶险，你现在退出还来得及。差一点就够到了。方寒绝不退出。接到。那里有5枚屁股丹，如果你在天魔战场待上10日，习武之人宁可被天魔杀死，也莫饿死在里头。石师兄并没有为难我，这个人有点意思。谢过石龙子师兄。不痒了。小小虫子，竟折腾我这把老骨头。回头得去丹坊讨要些防虫的药草。你身后这道石门，乃是法力构筑的通隧。修为不及肉身8重神勇境的人，会因气血炫涌，丢了性命。这里就是天魔战场。没错，天魔战场在域外天空深处，是风白羽老儿划定的法界，距离你的世界相隔1000万里，其广袤程度大不可量。我们到四处走走。怎么我变得如此轻巧？域外天空远不同于玄黄大世界，在此处身子是轻巧一些，但感知会相对失灵，有时甚至眼冒金星，看到幻象，容易被天魔趁虚而入，因此更要提高戒备。我们现在做什么？这里一片荒芜，其他外门弟子在哪？那风白羽老儿一肚子坏水，他不愿弟子们拉帮结派、抱团取暖，所以就把你们分散传送到了各处。他只看重试炼的结果。这天魔战场就是一个狩猎场，法界之内，那些天魔就像汪洋中饥饿的鱼群，而门派弟子就是他们的饵料。鱼饵？你的意思是，天魔会察觉我们，自己找上门来？天魔贪食血肉，你们这些闯入汪洋的家伙会让他们为之疯狂。只要察觉到一丝气息，这些天魔就会蜂拥而来。明白了，门派弟子来此试炼，既是渔夫，也是鱼饵。天魔最喜欢的就是富有阳刚气息的青壮年肉身，你可要小心了。既然如此，不如我们守株待兔。我倒想看看，谁是渔夫，谁是鱼饵。有人来了。谁？方清微，他在这里做什么？方寒，救我！天魔正在追我，快点救我！我答应嫁给你，我嫁给你啊！你身后没东西追啊？是吗？小心啊，他可是天魔战象。天魔果然变化多端，防不胜防。齐心合一，群星争霸。这就灰飞烟灭了。妍，你不是说天魔可以炼成碧落大丹的吗？别着急呀。方寒，你可知我对
对你的爱意，我需要你的身体。你能为我敞开胸怀吗？大胆天魔！再次看到黄泉大帝的法相。什么？原来这就是黄泉大帝？但我又如何能……九窍金丹和黄泉图都是黄泉大帝滴血淬炼的，所以你的身体内部就蕴藏了黄泉大帝的神威，它就存在于你的识海中。这小小的天魔自是受不了的。这些散掉的精神气息，正好给我炼化碧落大丹。碧落大丹炼成了，接着。这就是你说的碧落大丹？这丹药如绿豆大小，还不如血丹。丹药的效力又不是靠大小决定的。你没听过浓缩的才是精华吗？话虽如此，但你炼丹也太容易了吧？我看诸世界里写过，羽化门的真传弟子，就算花费几个月，也未必能炼出一炉丹药来。这是水法炼丹。水法炼丹？黄泉河水贵为天下第一圣水，是无数修行者突破功法境界的关键。用它来炼丹，可比羽化门的仙炉真火强了100倍。当年黄泉大帝祭炼这蛟伏黄泉图，最初就是为了给黄泉门上百万弟子提供丹药所用。黄泉门竟有100万弟子，那岂不是比羽化门大得多？哼，区区羽化门怎能与黄泉门同日而语？无论是宗门规模，还是教义格局，都与我们不是一个层次。仙门何事，只成门户私计。当年黄泉门是魔道第一宗，我们开辟了阴曹地府，由10大弟子掌握生死。黄泉大帝想要建立轮回之道，天地宇宙间所有生灵死后，黄泉门弟子会立刻将其精神印记拘来，按照善恶重新投胎。善良之人就会得到好的命运，恶邪之人就会得到永世的惩罚。正因如此，黄泉大帝才会遭到天妒，最终身死道消。建立轮回之道，这是何等的伟业，何等的豪迈！杀人放火金腰带，修桥补路无尸骸。必须有人打破这天地间所有的不公和疾苦。天之公道，地之公道，我们要让每个生灵举头3尺，便可看到神灵。说得好，举头3尺，必有天地之公道。跟我来。看，这些阻挡黄泉伟业之人，早已化作枯骨。无论是被灭杀，或是炼作丹药，都逃不过逆天而为的下场。世人说我们是魔，却不知自己鼠目寸光，愚钝之极。可是，即便是为了创立伟业，
但这么多生灵被炼制成丹药，是不是也太残忍了？黄泉大帝也曾经动摇过，但没有大破灭，就没有大秩序。他又能如何呢？既然要到达顶点，为何不用光明的手段？如果公道是由黑暗的手段造就的，那算什么公道呢？世事如潮，清浊难分。黄泉大帝是孤独的，他的功过是非，如今都已淹没在黄泉河的波涛里。遇到你之前，那些故事，我也只能说与山鬼听。回首我所做的事情，并没有错杀过一个好人。打方府的那群家奴，是因为他们欺人太甚；屠沙匪、杀红粉太子、诛王莫林，是因为他们穷凶极恶，罪有应得。天魔刚才钻入我的识海里，要吃我，我必须杀他。唯有红衣，是因为我无辜而死。叫红衣郡主就好了，我也是上前来求道的。那天死的人，应该是我才对。那你怎么没带重塑轮回，或许就能还给他应得的人生。黄泉大帝的理想，就让我来完成吧。但我不会滥杀生灵，而是会用堂堂正正的手段，创立天地之公道。言，你怎么了？啊，没什么。对了，你的精神又纯净了，踏入神通秘境是迟早的事。快，把那枚碧落大丹炼化，以精神接引，会让你的识海更为清明。或许很快就可以达到肉身10重神变境界。识海之中有一处神变穴，是控制全身器官向下的关键。如有人修炼到神变之境界，就可以控制肉身朝着最完美的方向改变。神变之变，全在于此。神变境界的仙门弟子，肉身至少有10马之力，5马不能分其身。你的肉身有了阎罗金身加持，力量就远在神变高手之上。神变境？难道这就是神变境？肉身境第10重神变，威武摄群军，行随我一生，通逆造化，半步登神通。先是和羽化名的方清雪镇压了我们的水谷天魔，前日又帮方清雪打入地魔妖神宗祭坛，不但要了王木林性命，夺了7煞葫芦，更是在大妖神分身的眼皮底下全身而退。堂堂魔帅竟色令智昏不忠不孝，简直是魔道的耻辱！天地人3魔中，只有我们天魔一族才是真正的魔道。人魔虽势力庞大，但凡人肉身修习魔道，终究非我族类。而地魔身居地底，虽矿脉法境取之不竭，但却是一群目光短浅的人乌合之众。
之众再次闯入，那风白羽老儿妄图把这里变成试炼之地，用我天魔一族充当他这些徒子徒孙的猎物。既然如此，我倒是很乐意尝尝这些猎人的血肉凡身是什么滋味。九阳魔神已经阻断了羽化门的术法，并将我送到此处。今时今日，就是羽化门一主谋的覆灭之时。一体之众，不比之寡，遭到他们围而杀之。天魔之道，乃魔道之源，我天魔一族才能号令群魔，一统玄黄大世界。升到10重神变境，我的肉身力量又得到了极大的提升。即便是这样的天堑，也可以如履平地。看那边，什么妖孽！师弟慢来，我乃羽化门修行百年的外门弟子，如今我是第99次参加内门考核，可惜碰到了大批天魔，只好施展变化之术，变作大师，躲避天魔。师兄，枉你修行了100余年，怎的还是一个外门？想必你把所有的时间都花费在这伪装之法上了。惭愧惭愧，老夫天资有限，却不比师弟你年纪轻轻，却是修为精深。这天魔战场危险重重，不如师弟你与我结伴同行可好啊？我入门数月，修为浅薄，不像师兄你可以偷天换日，鱼目混珠啊！哼！100步之外就能闻到你身上的妖风，大胆天魔，竟敢公然蛊惑人心，受死！大回天龙，大罗法咒，般若诸佛，般若飞飞火。道长，我长期阳气道法，心惊降我。道长留情啊，饶我！哼，好小子！升到10重神变境果然不一样，一击就干掉了天魔。那是什么？糟糕，是天魔风暴！快躲起来，你不是他们的对手。天魔，收敛神机，找个地方躲起来。如此多的天魔，足以攻陷一些弱小的仙道门派了。就算是内门弟子，面对如此多的天魔，也是凶多吉少。莫非出了什么变故？天魔异动，如果这次参加试炼的羽化门弟子遭到重创，那些老家伙们肯定会乱了阵脚。羽化门仙道10大门派的地位，怕是也难保了。怎会有如此多的天魔？掌教至尊早已封锁了这一块地域，他们是从哪儿冒出来的？与往年相比，天
天魔怕是多了10倍有余，而且他们的数量还在不断增长。不必惊慌，我已用传讯符将此件变故传回羽化天宫，掌教至尊自会处置。是天地警钟，羽化天宫在召唤门徒。天地警钟一响，所有真传弟子和雷门三火帮弟子都要尽快赶回去。万长老，石龙子且去了。速去速去。不知这些外门弟子还能坚持多久？集中精神力，你现在有更强的能力驾驭天狼烟，试试看，让天狼烟的力量再提升一个境界。啊，是吗？天狼震海！如今天魔战场出现了变故，华天都，你等即刻动身，前往营救被困的弟子，为我仙门斩妖除魔。是。天煞月仙湖，大道魔剑印，七杀破煞，出！足有61枚碧落大丹，杀了这么久，只有61枚吗？啊，琴声。我会保护你的。你躲在后面，怎么保护我啊？
是汪涵吗？听到了你的琴声，这才能及时赶过来。喂，都什么时候了，还打情骂俏？方清微，我说过，我会照顾你的。宋康琪，等等，在天狼炼法球内弹奏，会误伤到自己。那怎么办？等我炸开法球杀出去，小师姐再催动松涛起，保护自己。奴才，你炸开法球，我跟吧。可以呀，你误打误撞竟能参透一些新的玄机，但你只是突然吼叫，白白浪费力气。我来再教你一招天龙八音，你学会之后可以调整音节，将精神与意志惯力注在声音之中，凝聚不散，对天魔来说有无与伦比的杀伤力。那你不早说！鼓肺气，缩小腹，降气息，拔丹田，动家气，凝精神，八龙变化，音节重组。出来的声音吗？这天龙八音竟如此消耗体力。天龙八音是调动内在潜力，并将其集中释放的法门。即便是肉身10重神变境的高手，在运功发力之后，也会力竭而衰。帮我还是害我呀？我怎么会害你呢？你有9窍金丹护体，不比常人。第一次运用天龙八音，其中精妙之处，你还需多多揣摩。等融会贯通之时，100步之内的对手都会被你震断筋脉。快，趁你还有余力，快把那只金甲天魔炼制成碧落大丹，这可比一般的天魔要好上甚多。
休息一下便好。青薇，你怎么样？慢点，慢点。哎呀，刚才我耳朵都快震炸了。你没事吧，青薇？放开！哎，青薇，青薇，这方寒，你青薇，你居然不顾我的死活，发出这种鬼哭狼嚎的声音！嗯，哼！啊！你也是，就不能少说两句？哎，青薇，算了。至少我们现在安全了，是不是？哎呀，青薇，不是我说你，你跟一个养马的一般见识。别碰我！你等着，再有天魔来，我第一个冲出来保护你。方寒，你知道吗？你居然斩杀了上百头天魔，恐怕神通秘境之下，只有龙轩世界可以做到了。切！也不是，我只是依靠了七煞葫芦的力量。若是没有这件宝器，我们现在恐怕已经被天魔分尸了。还不是靠我姐姐给你的魔宝。话说回来，刚刚方兄施展的阴功真言，是哪一派的功夫？好生霸道，似乎并不是我羽化门的浩气长歌。是有位艺人传授于我，不过这与你何干？哦，不知那艺人是哪门哪派？为何要将此阴功授予方兄？喂，你这人好生奇怪！方寒刚刚可是救了我们，你在这里乱问些什么？我告诉你们，这里发生的事可不要出去乱说。否则的话，我可让你们好看！切，神气什么呀？不就仗着你佳来世界？嘿嘿。好了，方寒，别在这里浪费时间了，还是收取天魔要紧。列位，现在天魔战场陡增变故，我们有法宝加持，都这般狼狈，其他人只怕更为凶险。同为羽化门弟子。既是同门子弟，对，我们应该帮助大家共度难关。说得好，咱们抓紧时间四处巡查一番，倘若遇上同门兄弟，能帮就帮上一把，能救的便救上一些。走。哪里来的小杂碎，竟炼化了本王如此多的宝贝儿？有点意思，宝贝们，随本王一同前往。大家留意观察，看看是否有沿途落单的同门。我们刚死里逃生，你又何故如此招摇？嘿，你这人怎么只顾自己的安危？哼哼！方兄侠义，简直堪称无辈楷模。不好！这是大卫德魔王。难道这就是师姐所说的大威德魔王？小辈，好眼力！我说我的数百魔众怎么会突然消失？原来妖神的七煞葫芦在你手中。那又如何？好狂妄的小辈，真是不知死活！完了，怎么全都来了？这么多天魔，我们都要死在这儿了！方寒，
什么狗屁魔王？此乃羽化门之法界，还由不得你放肆！混账！明明是羽化门将我天魔领地据为己有，清凉魔神派本尊来此，就是为了清除你们这些。别光顾着斗嘴，先想想如何应对才好。哼，那你就看我如何杀出条血路来。雕虫小技，强悍的血肉翻身，真是有趣之极。我已经等不及他这新鲜的牙技了。别心急嘛，让恐惧融入他们的精魄和血肉，那种生不如死的滋味才是最完美的。小辈天魔之地，血肉无存。逃得如此费劲，不如让魔宝归还于我，我便饶你们一命，可好？方兄，他是在讨要你的葫芦啊！羽化门自诩名门正派，你却贪图一己私利，想独占魔道宝物。却不顾同门守则的信罗坦，你倒是回句话呀！你聋了吗？你们别听臭妖怪乱说，他就是想蛊惑我们。嗅到了你们身上的恐惧，太诱人了。修史弟弟，你最乖了。帮姐姐把他的狼皮剥下来可好？姐姐是不会伤害你的。你是不是疯了？竟对付自己人！你不要血口喷人！皇兄，把葫芦给他吧，她如此美丽，我们不会有事的。嘿，混账东西！已经被这妖女迷惑了心智。青薇，你别在意，我也不知道我刚才怎么了。这小辈还敢谎言，那本尊这就将尔等生吞活剥！死奴才！我要是被你害死，我姐姐绝不会放过你。方兄，看在我们同门一场，你就把这葫芦给他吧。烦死你了！鞠躬金塔，不好，是怪师兄。九宫金塔。玩腻了。拿命来吧！苏师姐，你那魔
王是冲着方寒手中的葫芦来的，青云快跑，不然要被他连累送了性命！坏了，来不及了，方清月已消失他俩。大卫德，言而无信！言而无信。苏师姐，切杀剑阵，出！小师姐，快走，我来拖住他。不用走，宋涛起。不行，小师姐的指力已经是极限了。天狼烟，去吧！做什么？放开我！南海，你给我回去！南海！石月，金塔，开！金塔，开！放我出去！南海还在那边！放我出去！快放我出去！方寒，哼，他又如何能以一人之力抵住群魔？啊，大师兄回来了！还顶得住吗？要不要帮帮你啊？啊，好吧，这可是你说的啊。真不用我出手。可却明镜是华天都。
都的实力吗？见过华师兄。九宫童子，你们且退下吧。参见戴掌教。内门弟子护法有功，各赏甲子大丹1枚。啊，甲子大丹，那就是甲子大丹呐！谢戴掌教。此次试炼遭遇魔王作祟，使尔等陷入凶险之中。现在魔劫已消，凡能够在此劫中坚持下来者，皆可晋升为内门弟子。月儿，师姐，月儿，是谁送你来擒他的？是方海。刚才的大爆炸，我还以为你死了。难道刚才在外面毒打魔王的就是他？又是他。不太可能吧？这外面天行对决那个方汉，对呀，这方汉好厉害。那回天行对决，我就看他不一般。10日后的山河榜上，这小子搞不好能有一号。你刚才竟敢绑我，这辈子还没人敢这么对我呢。这辈子你才多大呀？生气，生气气！哼，什么东西？先是倚仗方清雪狐假虎威，现在还攀上迦兰会的高枝了。天行台我还误解他了，是我错了呀。方海，你个伪君子，不仅引魔入境，还害死同门。轻微，这不是真的吧？外门竟还有如此强悍的弟子。哦，他居然没死，其罪当诛。紫巅峰外门弟子方清微，参见华师兄。清微，你与方寒同出紫巅峰，却为何说他引魔入境，害死同门？华师兄，诸位同门不知，正是因为方寒肆无忌惮使用七煞葫芦，这才引来大威德魔王的注意。我与萧石助他力抗群魔，可他却为一己私利，导致萧石惨死。就连我也……这样的事，方清微，你血口喷人！明明是方寒救了我们。清微，你可知污蔑同门是我派重罪？清微对天发誓，所言句句属实。萧石的尸首就在那片乱石之下。这怎么可能啊？看样子不像是假的。本座身为代掌门，一向执法公正。方寒，你可有话要说？方寒做事光明磊落，问心无愧。之前就听闻门内弟子对你控诉者众多，难道都是无中生有？你身为仙道，却贪恋一个魔道葫芦，也是无愧吗？这关七煞葫芦什么事？当日天行长老赐还你七煞葫芦，本意是望你改过自新。可你依仗魔宝，耀武扬威，打伤内门弟子袁剑空。会为救人独挡魔王，舍身取义呢？无论什么缘由，必须要调查清楚，绝不可因魔宝殃及同门，而影响羽化门的声誉。一个葫芦都能扯到羽化门的声誉上去，哼！
欲加之罪，何患无辞？大胆！你是什么东西，竟敢顶撞代掌教师兄？那你又算是什么东西？方寒，你不仙不魔，已经有被仙道门风，交出七煞葫芦，给众门人一个交代。本座亦会助你自证清白，以正视听。不仙不魔，这七煞葫芦是师姐赏我的，后有承天行长老赐还，要收也是他们来收，望华师兄明鉴。本座受掌教至尊之命，整顿山门，正是因为羽化门内起了歪风。门中弟子修炼魔功者有之，炼制魔丹者有之，你且放心，使用魔宝者有之。我堂堂仙道，怎能如此不堪？有师姐！从今天开始，羽化门内所有弟子都要时时自省，时时自警。他不再属于你了。他的将军抹除方寒与葫芦的死印记，这样下去他会死的。回去，败坏仙门之风，到底是谁在败坏仙门之风？副队，竟如此目无尊卑，在天刑台上，我就该死！冥顽不化。我没有败坏仙门之风。方寒，师姐，你放开我！月儿，宋陶琪，宋陶琪，月儿，不得放肆！湛蓝师姐，华师兄，还请息怒。此事最好还是等等清雪师妹。本座今天就废了这逆徒的修行，替子殿峰整肃纲纪。华师兄息怒，给他些教训也就可以了。汉天祖，你以大欺小，你敢与我赌一把吗？10年之内，我必胜你！如此顶撞华师兄，如管家还口出狂言，他难道真的不怕死？好一个10年之约！紫殿峰方清雪见过代掌教师兄。清雪师妹来的正姐姐不是在小仙界疗伤吗？你门下弟子要和我赌一个10年之约，你意下如何？小儿无知妄言，代掌教师兄莫要当真。我不是妄言。方寒，我也向你求一个心服口服，你想怎样？给我10年，苍天为证。方寒，若有违此事，
天地不容，人神可诛，永世湮灭，不得脱生。事已至此，你的10年之约，本座收下了。开了，开了！不愧是华师兄，竟还有如此度量。赶紧离开这鬼地方。哼，无知小儿。仙门的10年一晃而过，他就算再练上100年，都不可能比得上华师兄。青薇，呵呵，这小子只是想拖延时间而已，但他也只有10年好活了。方寒，刚才你真棒！姐姐，师姐，滚开！要不是你，我姐姐就不会带伤踏入小仙界。住口！青薇，你眼中可还有方家？可还有紫巅峰？还有我这个姐姐吗？方寒从数百天魔的围攻中救下了月儿，以后就是我迦兰会的朋友了。师妹若需相助，我迦兰会必不推辞。清雪，谢过迦兰师姐，紫巅峰意愿与迦兰会同心同意。清雪师姐，月儿，我们也该走了。我先走了。风寒，方寒，在，莫做多想，剩下的事回紫巅峰再议。是，师姐。方寒，10年转瞬即逝，你又将作何打算？剑阵出！华天祖，你以大欺小！事已至此，你的10年之约，本座收下了。方寒，谢师姐救命之恩。
方寒，当初在方家，你定是与我撒了谎。你的修炼进境如此之快，必有其寓。师姐，其实，在逃出妖神祭坛之时，我就猜到了你的秘密。蛟伏黄泉图就在你身上。你且安心，我承诺过不会管你身上的秘密。修仙之人各有自己的奇遇仙缘，即便你身怀黄泉大帝道统，但与华天都定下10年之约，却实属不该。华天都他，华天都也有自己的大仙缘，他曾误闯仙人洞府，得到了上古盘武仙尊的衣钵道统。他修炼盘武大力神通，有无穷的法宝秘籍。现在他即将踏入长生秘境，你想在10年之内胜他，实属妄言。师姐，自我记事起，就食不果腹，备受欺凌。从那时我就知道，尊严要靠自己来争取。后来，承师姐知遇之恩，来到羽化门，可未曾想到，纵是仙门，也难逃弱手强食。历经数次生死劫难，我已经想明白了，我宁可死在追求力量与尊严的道路上，也不要在沉默中苟活。说得好，修行之路本就是逆天而行。如今天地大劫将至，仙魔大战一触即发，但祸福相依，大危机中必有大机遇。只有向死而生，才能搏出自己的一片天地。10年之内，我定与华天都一决生死。门派马上就要召开1年1度的山河榜，此届山河榜不同以往，会奖励魁首1枚阴阳万寿丹。你若能得之，可迅速突破到神通秘境。这山河榜就是你10年之约的第1步。你要用实力让小看你的人闭嘴。方寒定不负师姐厚望。我即刻就要返回小仙界，紫殿峰里福禄灵丹无数，你可随意取用。恭送师姐。这次天魔战场出现变故，晋升了不少内门弟子。为此，门派着我传授3门修炼之法：天地浩然气、混动吐纳功、元辰精神术。尔等则认真修炼即可。天地浩然气，万神归一，吐纳绝法6字耳。唏嘘思，呼喝吹，人神好清而心扰之，人心好静而欲牵之，常能遣其欲而心自静，诚其心而神自清，自然6欲不生。言，这是什么东西？这是我运用黄泉秘法，使黄泉图内的5只飞天夜叉互相吞噬蜕变，最终形成的修罗骨。现在我正要这骨与飞剑炼化合一，成为魔剑傀儡，为你所用。魔剑傀儡？不错，这魔剑傀儡是把飞剑融入修罗骨刺中，炼成以剑杀敌的凶残傀儡。等你滴血祭炼，它就会与你心灵相通，等于你的分身。如此甚好，历练多个帮手，修为的进境也能更快些。你现在也面临修为瓶颈了，与其在这儿闭门造车，不如我引你去地底世界历练，如何？
不仅可以吸收魔物炼丹，还能采摘法晶玉石，提升修为。法晶玉石？传闻这些玉石是太古时代大战的遗宝。那次浩劫之后，残余的灵气和玉石结合，就形成了法晶。法晶玉石不仅能炼制法宝，还能辅助精神修炼，十分珍贵。好，待我克毕，咱们就前往地底。气聚则生，气散则灭。是故行气而依理者，寿元无穷也。恭送迦兰师姐。走走走，去御膳堂吃饭。现在正是人少的时候。你去吧，我有所感悟，要潜心参悟，就不去了。哎呀，吃饱了才有力气修炼嘛。走，这内门功法就是这样。看来要加倍修炼了。你我二人共同参悟，应该能更快些。天地浩然气，果然玄妙。等我历练之时用于实战，可能另有收获。这不是方寒吗？你是谁？喂，山河榜第3的叶南天师兄，你都不认识啊？哼，方师弟忘性好大呀！天魔战场上，华师兄收你葫芦的时候，我也在场。师弟被打得匍匐在地的样子，当真令人记忆犹新呢。方寒屡教不改，罪孽深重，此子当废。是他。对了，你不是说你是青薇的未婚夫吗？还说哪个男人和青薇在一起就见一次打一次。我现在和青薇在一起了，你能奈我何呀？想激我出手？别急，再过几个月，就是内门重排山河榜的日子。山河榜第3是吧？我记住了，我会在山河榜上找你。方寒，你……师妹莫气，若他真有本事登上山河榜，我定会叫他生死道消，用不着再苦熬10年，也为我青薇师妹出口气。青薇这里谢过师兄，家丑让师兄见笑了。举手之劳，师妹无需多礼。对了，我见师妹也没有什么趁手的法宝，带我去拜见万罗师兄，为师妹求一件上好的法宝，山河榜上也会有些用处。师兄，真是青薇知己之人。师妹且先回府，我安排妥当，再来唤你。辛苦师兄了。耳聪目明。拜见叶师兄。你们2个去跟住方寒，每天干什么，到哪里修炼，1个时辰都不能间断。如有异动，立刻向我禀报。明白。这是40枚晶元丹，你们拿着。等山河榜后，我自会去万罗峰，为你们1人寻得一件法宝。多谢叶师兄。方寒，你又变帅了，神变镜果然厉害。哦，是吗？到了！
仙子了，你回去路上也要多加小心。这地底世界比瀚海沙漠要恐怖100倍，你要多加小心啊！我先溜了。几千年了，依旧是这潮湿幽暗的味道。地底世界别有洞天。大千世界无奇不有，黄泉圣河就来自这地底世界的最深处，那里可比这儿还诡异离奇，生存规则也更加残酷恐怖。深渊血狼，深渊血狼极其狡诈，体型也是瀚海沙漠的血狼数倍。他们头上凝聚的血晶，却是炼制丹药的绝佳材料。哦，哼，那他们要倒霉了。风寒，抓紧收取狼头上的血晶，然后来黄泉图里找我。我送你一件法宝。好。林师弟，好久不见。1年不见，叶师兄的感知更为灵敏了。林言佩服。师弟脚下无声，较去年更为轻盈，想必得到了凌霄师兄不少指点吧。林言愚钝，自当以勤补拙。短短1年中，我羽化门人才辈出，这方寒的事迹我也有所耳闻。刚才叶师兄与其他出手犯禁，但他仍泰然应对，其城府不可小觑。若是想把此人玩弄于股掌之中，恐怕不容易啊。他若识相服软，听从我的安排倒也罢了，不然的话，
山河榜上偶尔有所伤亡，也是在所难免的。叶师兄还是老样子，打压内门弟子，离间姐妹之情。我仙门弟子岂可如此蝇营狗苟？师弟不必拐弯抹角，门派资源有限，自然能者得之。你我同出5大真传封作，遏制紫殿峰做大，对我们都有好处。我帮大家分了忧，倒被林师弟所不齿了。宁可直中取，不可曲中求。林岩只会以实力强取，不会阴谋诡计害人利己。实力？呵呵，上届山河榜，师弟却为何输于我？可见师弟还是不理解实力的含义呀。师弟不妨与我同去御膳堂小坐，我为师弟点拨一二。道不同不相为谋，叶师兄，山河榜上再会。哈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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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言，先。虽然七煞葫芦没了，但你收入黄泉图的第1缕天狼烟还在，所以，我用黄泉圣水，将这天狼烟与血绵魔衣相互融合，重新炼制天狼战铠。如今融入血晶，终于大功告成。黄泉3000块，必须祭天狼。好一个血天狼！纯阳法宝的气息。宝涵，我们快到外面去看看。这光芒宛如星辰，似乎是群星门的法宝。群星门，白海禅师傅。言，我们走。是日月五星主，它乃是群星门采集几10甲子的日月星光，经九阳圣水淬炼而成，威能无穷，是跟了羽化门9宫金塔不相上下的至宝。小小年纪就有如此重宝，这娃娃定不是一般人物，但怎么会独自流落至此呢？小娃娃，这地底世界也是你撒野的地方吗？这里可没人惯着你，待本大公打破你的罩子，生吞活剥了你的童子肉。言，这娃娃和百海禅师傅同出一门，我不能见死不救。那个女的，还有那把刀，都是些什么东西？呵，你这地魔中的修罗，修罗一族的雄性奇丑无比，但雌性与人类无异，
甚至更加妖艳美丽。他身边那口刀叫做阴煞魔刀，刀速堪比音波。看他的修为已进入神通秘境，不好对付啊。方寒，你要准备打硬仗了。你们看住星云岛吧，那只蝼蚁交给我。这个娃娃，小小蝼蚁。仙魔大战在即，此次重定山河榜，就是要选出优秀弟子，让他们有机会晋升成真传弟子，为我羽化门丰满羽翼。为此，门派特意为榜首准备了1枚阴阳万寿丹。你们也要嘱咐峰下弟子全力以赴，各显其能。好了，退下吧。是。先走，我有点害怕呀。有什么好怕的？我们在战场边缘，并且有隐匿符藏身，他们一时注意不到我们。你让开，我再听听。哎呀！爷，好了没有？地魔修罗。夜叉天王，时剑融融，精气化流。此魔剑傀儡能力敌神通2重。
魔族残害生灵，恶疾昭著，该杀！拿命来！这方寒川的人模狗样，却是个魔道中人，竟然还可以操纵魔道傀儡。哼，咱们把这个重要信息上报给师兄，肯定发达了。啊，对呀，或者咱们等那个魔女将他击杀之后，再带着他的尸体去回禀叶师兄，说是我们所杀，岂不美哉？到那时候，你给我闭嘴！体有金光，内外澄清，黄泉剑法，复印替身。法力，神通秘境。你们这些丑鬼，爹爹的大招来就晚了。你们死定了！刀上的精神烙印已被黄泉水消除，快打死他！你竟敢！往别离！竟然还有法宝！欺负娃儿还想逃走？好！看把你们都打趴下！方寒，现在滴血激烈。哼，随意变化。
先不要杀他。以他的实力，若能收为己用，日后对你必有助益。言，方才好险，神通秘境果然恐怖。若不是你用法力助我早已死于非命。下边那个小娃娃的五星镯，能够加快阎罗金身的修炼。要是带上几个甲子，你一身筋骨就会转化为星辰仙骨，逆转肉身。不如我们……我怎么可能去抢一个小娃娃的东西？言，吃的什么呀？看起来很好吃的样子。小娃娃，你叫什么名字啊？俺叫星云宝宝。哦，星云宝宝啊，好吃，真好吃。好吃，真好吃，比俺偷偷喝的仙酒还要舒服。不行了，俺醉了，得吃糖葫芦解一下，要不然娘亲知道了可就不好了。翡翠玉清丹，这可是比碧落大丹还要好的丹药，居然是这孩子的糖葫芦。这娃娃的身份果真非同小可。你叫星云宝宝，那你还想吃我的丹药吗？想吃。哎，那你告诉我，你爹娘是谁啊？你原来不是我爹爹派来的大将啊！俺也不知道爹爹叫什么名字，只知道别人都叫他星主。他常常闭关修炼，也不和俺玩，哼！俺就偷偷跑出来干一件大事让他瞧瞧。先给小蛤蟆吃，然后我再吃。先给小蛤蟆吃，然后我再吃。这是群星门掌教的尊称。这人在3000年前就修炼到了长生1天。为师肉身实传，死后尸身不腐。待你取得羽化飞升经，返回群星门，求掌门复活我。我知道了，星云宝宝，你的圆环真漂亮，能给我看看吗？给。你不怕我拿走你的镯子？我感觉很准的，哥哥你是好人。如此至宝，只能摸不能抢，实在太可惜了。宝宝，我有门功法修炼，需要你的镯子帮忙。小哥哥，你拿去用吧，不过不能送你哦，否则娘亲会打俺屁股的。好，等我功法修成，我就送你回家。不，我不回去，学习门太闷了，俺还要替爹爹做一件大事，还要让他们知道俺也能帮他做事，早就不是小孩子了。小哥哥，你叫什么名字？我叫方寒。方寒哥哥。对了，你刚刚请我吃好吃的，那我就告诉你一个秘密，那边有个石洞，有好多漂亮石头，你跟我来。好。
这小子竟然将一个神通秘境的魔女杀得无影无踪，他的能力应该已经在叶师兄之上了吧？这小子身边的小娃娃好像是群星门的，不知他们要去做什么呀？想不到方寒这小子跟群星门还有关联，那我们还跟不跟？跟！我见虎穴，焉得虎子？走！又出现了。什么？倒要看看，到底是什么东西。圣河，你到底是什么人？黄泉？不可能！那是我魔族的地底圣河，早在几千年前就被黄泉大帝炼化。从此之后，世间再难寻觅。说，你到底是什么人？我乃堂堂地魔国公魔灵是也。你一条小小的蛟龙，赶紧将我释放！如若不然，我定教你！定教我如何？啊！你不是普通的蛟龙，你是？不错，我就是黄泉圣河的龙脉。你现在处于蛟伏黄泉图之中。蛟伏黄泉图，黄泉大帝，不可能！黄泉河的龙脉不亚于长生秘境中的魔皇魔神，仙道至尊。你这么弱，怎么可能会是黄泉河的龙脉？天道循环，此消彼长，往复不息。你一个魔道小辈，又知道些什么？我要挣扎，即便我现在的实力没有从前的1/1000，你也逃不出这蛟伏黄泉图。那刚才与我交手的小子是？自然是黄泉大帝的传人，未来的一代魔帝。哼，一个肉身境的人族也敢妄称魔帝，简直荒唐！我魔灵身负魔皇血血高贵，又是地魔之中的国公，位高权重。倘若你奉我为主，让我继承黄泉大帝的道德，我更有机会让你恢复全部实力，重振黄泉。放肆！微末道行，居然也敢对我使魔功！而你算什么东西，也敢做我的主人？你对我做了什么？
这是用黄泉水炼制的忘情符，只要我心念一动，你立刻就会变成一具行尸走肉，修行之路从此断绝。能在方寒的成长期间跟随他，是你几世修来的福分。好生做方寒的侍女，要是表现得好，前途不可限量。想不到我堂堂地魔国公，竟要受此屈辱。你日后会感激我的。法经玉石来煮沸黄泉水，必会让你感受蚀骨粉碎之痛。但成就神通之后带来的好处也无法估量，你明白吗？天伦天子，地府乱杠，鬼门悠悠，生死无常，安然不动，属大地。今日生命如密藏，所谓地藏，阿卜三罗，黑白之门。必须抗住焚金错骨的痛啊，要不然还谈什么10年之约？如何给红衣报仇？方寒，能在肉身境就使用纯阳法宝修炼的机会万中无一。这星云宝宝就是你的仙缘。日月五星镯的星力纯阳为一，能改根骨、塑形体，更能助你冲破关卡。天罗天子，地府轮杠，鬼门悠悠，生死无常。
身转化为法力，这就是神通秘境。法力，那是神通秘境的法力波动，他突破了神通秘境。在神通秘境的眼皮子底下，你想往哪儿跑？收敛气息，不用做多余的动作。有引力符在，他未必会注意到我们。待他自己离开此地，才是我们唯一的机会。师兄啊，哎呀，这么巧啊！我们也刚好在这里历练，没想到竟能与师兄偶遇。莫非刚刚的法力波动？恭喜师兄突破神秘！嘿嘿，好玩，真好玩！这两个人长得真好玩。多谢星云宝宝，借我法宝，助我突破神通秘境。小事小事，要不是怕俺娘亲生气，这镯子就送你了。糟了，俺娘亲要出关啦！星主夫人，宝宝，你又淘气了，居然趁我闭关偷偷跑出来玩耍。不是的，娘亲，现在外界纷纷传言，北海禅也得到交付黄泉图，仙魔两道都在找他。他怎么说也是我全心门的弟子，孤身在外遇到危险，怎么能不管呢？你与爹爹都这么忙，俺就是想帮你们把他接回来。念你有此初衷，这次就算了。交付黄泉图的事，不是你能参与得了的。俺知道错了。速速跟我回山吧。哦，不说我了。此间发生的事情，我已知晓。看来羽化门又多了一位颇有心性的真传弟子。这次你救了我家宝宝，我自然不能吝啬。这里有我刚刚炼制的一枚星斗具法丹，正好可助你稳固境界，加深对天地大道的感悟。谢过星主夫人。都没事了，来找你玩啊。宝宝，你刚刚说什么？方寒，你很不错。希望5年之后的群仙大会，我们还能见面。群仙大会，就是仙道石门每隔1甲子就会举行一次的仙道大会。言，当务之急还是要抓紧安顿好白海禅师傅的遗体。之前处理的太过草率，若是有人追查到龙渊河，不但白海禅师傅的肉身不能保全，而我也会陷入危险之中。还是将遗体转移到交付黄泉图内比较稳妥。害人之心不可有，
防人之心不可无。这单你拿去，看看有没有被动手脚。不错，先路险阻，要想走得久远，就不能轻信他人。不过，眼下还是先解决了这2个人。方师兄，我兄弟2人只是来地体历练，师兄为何将我们……再给你们一次机会，想好了再说。哎呀，是叶南天逼我们来见识师兄的。那叶南天力令智昏，嫉贤妒能，用卑劣的手段残害了无数才华横溢的门内弟子，如今竟敢算计到方师兄头上，实在罪不可恕。对，我等虽与其同为羽化门弟子，亦是不识其为人，只恨实力不济，不能为师兄剿灭此恶。但只要我等回到门派，必与其划清界限，将其罪行上报执法长老。我不会杀你们灭口，还会放你们回去，更要你们继续待在叶南天身边。只不过，是作为我的眼线，让他知道我想让他知道的。安心为我做事，不要有多余的想法，否则我一个念头，将你们变为吃剩，修行之路从此断绝，那就太可惜了。我等谨遵方寒师兄法旨。这2柄疾风魔刀，赏赐给你们了。我们兄弟2人以后就为方寒师兄马首是瞻，粉身碎骨，在所不辞。好了，回去之后就说是，好。就这样放他们回去？此等贪生怕死、毫无信义之人，无非就是以利益诱惑，以实力震慑，以手段制约而已。况且，他们的生死就在我一念之间，无需在意。好，只有如此的形式，才可以统领黄泉门无数生灵。你做得很不错。我在这个魔女的神识中，也种下了忘情符。只要被你我察觉其心有2志，便可直接击杀。魔灵拜见帝君，恭祝帝君日后一统魔门，千秋万代，与世长存。帝君，以我的实力，若被人得知以帝君自居，你觉得会是怎样的结果？你叫我帝君，是何居心？记住，不要叫我什么帝君，你也不再是魔灵，以后便叫方小玲吧。是我的侍女，对我要以公子相称。是，公子。
公子，有忘情符在，凭我自己万难脱身。不过，若能将交付黄泉图的消息传回宗门，引来大狼争夺，必有一些生机。客官齐了。您二位应该不是本地人吧？我龙渊省物华天宝人杰地灵，来这儿可得好好逛逛啊。哦，是吗？那是自然。嘿，不瞒您说啊，就在最近，龙渊方家还出了一位仙人呢。人家得道成仙，你高兴个什么劲儿？嘿，这位姑娘，话可不能这么说呀，那可是仙人呐，福佑一方，怎么能和我无关呢？当年我只是见了一眼，就顺风顺水，无病无灾呀。那方府大小姐打小就气质非凡，不似凡人，如今成了仙人，更是仙气飘飘啊。可惜那天我离得太远，没看太清楚，但是方府的喜钱我确实拿到手了，那真是……你先下去吧。得嘞，二位慢用。狗奴才，不好好养马，干什么去了？我不是去喝了口水，怎么打成这样？不过是个小马，还敢嘴硬？别打死！别打我！养马，让你不好好养马！嘿，狗奴才，说你什么你就听着，轮不到你来说话。赤脚粗麻梦中妇，鲜衣怒马望长生。多少人想改变自己的命运，却是无路可走。但席间，或只剩下一抔黄土。修行之路早已被仙魔两道掌控，凡人只能在这世上艰难存活。有的吃就不错了，马吃草，狼吃肉，魔族以万物生灵为给养，天道之下皆是蝼蚁，这便是命，何况凡人？我曾经便是这样的凡人，你所谓的天道，也并非一成不变。哼，你不过是依仗些许奇遇罢了，要不凭什么达到如今的地步？这确实是我的奇遇。我出身低贱，受尽欺凌，稍有不慎就是性命之忧。于是，我冒死偷师，付出比那些所谓的方家子弟多出数倍的艰辛。当奇遇出现，我就在那里，所以是我坐在你面前。天命不佑，我便逆天改命；天运不济，我便据天运为己有。我方寒就是不信命。我要打破这世间三六九等，就是要与天斗上一斗。我要重塑轮回，开创一条万物生灵皆可容纳的通天大道，让众生平等，人神如龙。嘿，客官，您慢走。是魔道的气息。走。
天绝宗的绝品宝器无欲王鼎，遗失多年，怎么会突然出现在这里？不要节外生枝。师出唐突，白海禅师傅得罪了。白海禅，整个魔道都在猜测白海禅的下落，没想到却死在了这里。竟然是空的。走了。酒肆里的戴笠魔修，刚刚看到的五欲王鼎，还有白海禅的尸体不翼而飞，你难道不觉得奇怪吗？有何奇怪？种种迹象表明，尸体已经被魔道所得。为今之计，只有诛杀魔道，夺回尸体，才能保住秘密。别说这不过是你的一些臆测，并无实据。就算遗体真的被魔道所获，我贸然前去，非但未必能夺回遗体，还会让自己深陷其中，甚至真正暴露身上的秘密。或者，这才是你的本意。哼，好心当作驴肝肺。别再自作聪明了。你又输了。哼，师姐欺负月儿，我要向嘉兰师姐告状。山河榜大赛前庆祝肉身10宠，这可是嘉兰师姐亲自交代的。你现在去告状，恐怕讨不到好哟。师姐不心疼月儿了，人家累了嘛。好啦，给你半日休息的时间，
师姐最好了，我找方涵玩去喽。我陪你同去。这次的山河榜大赛对师姐至关重要，就不用费时陪我了。无妨，毕竟方涵在天魔战场护你周全，我这个做师姐的也当去说一声谢谢。那好吧。我仔细检查过了，丹药没什么问题。只要你吸收了这枚星斗聚法丹，将法力再度凝练，至少能达到白马之力。不过，你确定不向门派上报你已晋升真传的事吗？羽化门真传弟子良莠不齐，我如今就算成为真传弟子，也不过是一个普通真传，得不到太大的重视。所以不公开则已，一旦公开，必须是万众瞩目，震撼山门。况且，师姐神通四重的时候，还得靠杀金石台的8人8鹤才能立位，而叶南天挑衅我，正是给了我一个立威的机会。我会让所有人看到挑衅我方涵的下者，只有这样，才能让他们有敬畏之心。好霸道的妖力！虽然你已进入神通秘境，但此时根基尚浅，难免吃力。就让我来助你一程。眼下他们全力炼化星斗聚法丹，没时间将注意力放在我身上。哼，正是将消息传出去的大好时机。哼。师姐陪我来巡山哟。是啊。何方妖孽，还不速速束手就擒！竟能发现我，你们也算羽化门中实力不错的弟子。真有啊！鬼鬼祟祟，一看就不是好人。你是何人？我是方涵的侍女，你们让开吧。切，方涵哪有什么侍女，瞎话连篇，当我是小孩子吗？那你便随我去同方师弟确认一下吧。确认一下，你们也配？鱼儿小心，他是魔族。
见过龙轩师姐，这是我在地底历练时收服的魔女，还请龙轩师姐手下留情。方寒，正要去找你呢，你怎么来了？当然是来迎接小师姐啊。方寒，你还好吧？没事。方师弟，你的侍女实力不错，不过魔族性情桀骜，还要好生管教。方才我护月儿心切，唐突出手，误伤了方师弟，多有得罪。龙轩师姐哪里的话，是方寒疏于管教，才引出的误会。一个魔仆还这么嚣张，喂！哼！既然误会已经解开，请龙轩师姐随我来。方师弟，这是我在一次历练中偶然得到的丹药，虽不能起死回生，却足以寿百古。神通秘境以下，只要没有当场毙命，都能恢复如初。这一掌倒是没白挨，可惜龙轩师姐不知道我已经神通秘境，这丹药对我恐怕没什么作用。山河榜大赛在即，这丹药对龙轩师姐至关重要，方寒不能接受。我那一掌虽然已经收力，却依然有我3成力量，难免影响到方师弟在山河榜大赛前的修行。既然此变故由我而生，自然该由我来弥补。可这……嘿，你就收下吧。龙轩师姐这么强，根本用不上丹药。那方寒就却之不恭了。哎呀，你是不知道，我在迦兰峰可是憋坏了，你又刚好跑出去历练，都没人陪我玩了。姐姐，山河榜大赛马上就要开始了，你什么时候能出关啊？我还等着你来看我比赛呢。青薇，离我攻城出关还要有一段时日，你且专心修炼，不可懈怠。姐姐，你就放心吧，这段时间紫巅峰由我打理，督促家族弟子修行，你就放100个心吧。峰内事宜无需在意，山河榜大赛在即，你也不能将精力都放在这些琐事上。只有在山河榜上取得名次，才能得到门派重视，获得更多资源。姐姐，这你就更不用担心了，我已经拉拢了一些可靠的盟友，约好了互助互利，到时候肯定少不了一个前10的名次。姐姐，你就看好吧。青薇，大道争锋，岂能仰仗他人？只有自身强大，才能在这仙道之中有自己的一席之地。拉帮结派看似轰轰烈烈，但终究不能长久，反而乱了道心。你又来了，那个方寒倒是离群索居，谁的面子都不给，最后还不是要姐姐替他收拾烂摊子？要我们紫巅峰承担他得罪人的恶果。方寒是紫巅峰最有希望晋升真传弟子之人，待他突破神通秘境，我方家就会多一支柱。一个活不过10年的废物罢了。修行之人从来不惧怕强大的敌人，贪生怕死，畏手畏脚，难道别人就会放过你？10年之后谁胜谁负，那也要打过
才知道。他能突破神通，我就不能吗？姐姐就是偏袒那个方寒，你知道为了他，封内弟子受了多大的委屈吗？他根本没把自己当做方家人。姐姐，你是不是被他灌了什么迷魂汤？怎么就看不清这个人呢？住口！我就是要说，要不是我去全力周旋，封内弟子早就被孤立了。姐姐却不分青红皂白，还说我的不是。要不是其他师兄护着，恐怕连我也要遭他毒手。等着吧，他现在敢和华天都师兄过不去，以后就敢不把姐姐你放在眼里。哼！我辈修行，实力为尊。以你的实力和资质，结交一些不该结交的朋友，并非善事。到时候，恐怕姐姐也帮不了你。龙轩师姐对内门功法见解独到，方寒受益匪浅。说好陪我出来玩的。上次在天魔战场有方师弟救你，这次山河榜大赛靠的可是个人实力。你不抓紧时间修炼，少不了吃苦头。我认输不就行了？没皮没脸。月儿顽劣，之前多谢方师弟照拂。我和小师姐投缘，举手之劳罢了。方师弟新进内门，若对传功院讲授的功法还有什么疑惑，随时可找我印证。我们就先告辞了。这就要走了？山河榜大赛在即，你当别人也像你一样只想着玩闹？期待方师弟在赛场上的表现。你干什么？若不是我及时出现，你莫不是要用神通秘境的威能大杀四方了？我只是想教训教训他们，谁让他们实力弱小，还要挡我的路。你的路？我看你那条是死路。难道我连在牢笼里面散步的自由都没有吗？自由？哼！要不是你长得像我的一位故人，你早就死了。记住，没有下次。万罗师兄，这便是紫殿峰方清微师妹了。内门弟子方清微，见过万罗师兄。方清雪师妹气韵深厚，资质绝佳，修为一日千里。没想到她的妹妹资质也这般优秀。万罗师兄谬赞了。
在这羽化山内外门中，能得到我这般评价的极少，不必妄自菲薄。谨遵万罗师兄教诲。叶师弟，你来万罗峰不会只是为了向我引荐方师妹吧？哦，万罗师兄洞若观火，山河榜大赛在即，方师妹空有一身修为，却缺一件趁手的法宝，望万罗师兄成全。是我疏忽了。方清雪师妹正是闭关的关键时期，想必是无暇他顾的。这件法宝在灵气中也属上品，再加上你的实力，在之后的山河榜中应该能博得一个不错的名次。多谢万罗师兄。这种日子，什么时候才是个头啊！金师兄，袁剑空，金师兄，是我。你来找我有什么事儿吗？师弟，我婆婆妈妈的干什么？还不快说！金师兄贵为门派的真传弟子，底蕴深厚，可否借给师弟一件法宝，让我在山河榜中立刻强敌，洗刷耻辱？师弟日后必然会为师兄效犬马之劳。哼！你一直跟着华天都，如今又说要对我效犬马之劳。金师兄，师弟办事不力，无法再为华师兄做事。如今我失去了银蛇剑，又被方寒打坏了金碧罗山，山河榜在即，只怕我连第10名也保不住。又是这个方寒！那么多真传弟子，为何你独独来找我？良禽择木而栖，良臣择主而事。金师兄关照后辈师弟，与华门上下有目共睹。金师兄为8人8鹤不惜得罪方清雪，而华师兄却……华天都弃我如敝屣，想必金师兄一定能理解我的吧？华天都，那华天都利用完我之后，就把我关在这仙牢里，要让我在这里忍受100年幽闭之苦。如今他失了人心，待等我日后出去，必要争一争这5大真传之位。到那时，哼，你可是真心归顺于我？师弟之心，日月可见。有金师兄相助，我一定可以一雪前耻。倘若我日后成就神通秘境，袁剑空保证，定然助师兄成为新的5大真传之一。这袁剑空怎么说也是山河榜第10位，虽然失了银蛇剑，但也算有点作用。即便他以后真的成了真传弟子，有我爹在，也不怕治不住他。好，你付了过来。你首先要做的就是先去一趟碧眼峰，然后
这星斗巨法丹是上品灵丹，现在我终于将这灵丹的所有药力完全吸收。我现在的法力，只怕能够力挽白马。你现在的法力凝聚不散，距离神通二重真气境更近了一步。这是羽化门召集内门弟子的钟声。山河榜大赛终于要开始了。你用阎罗金身中的封印大法，再配合隐匿符，即便是长生秘境1重的高手，也察觉不到你升到了神通秘境。好，不鸣则已，一鸣惊人。这钟声是干嘛的？这是山河榜大赛开始的钟声。你随我前去，记住，不要离开我的视线。山河院到了，你还别说，我有点紧张。哎，你听说了吗？这次重定山河榜。原来前10名的好几个师兄师姐都不在门派中。哦，我听说了，他们有的是外出执行任务，有的是在外历练未归，有的是闭关时间未到。而且听说此次重定山河榜，门派的奖励颇为丰厚，有许多威力极大的上等兵器，传闻还有阴阳万寿丹的奖励。这比起去年山河榜的奖励，足足丰厚了几倍啊！哎，这次我找真传弟子借来了厉害法宝，趁着他们不在，也许能在山河榜中分一杯羹。我们也一样啊！我觉得叶师兄说的对。叶师兄，红夷郡主，你居然还活着！你也配提红夷？几月不见，方师弟可是越来越狂妄了。叶师兄，等不及了，想和我较量一下？哼，希望方师弟能顺利晋级。山河榜上，你我再好好切磋切磋。
好歹也是魔帝传人，就这样任人羞辱？那你说我该如何处理？哼，我要是你，就把这些废物全杀了。这里是雨花山，不是地底魔族。用魔道的手段来解决仙门之事，只会众叛亲离，不得好死。哼，那个红衣郡主是谁？有些事你不需要知道。看来这天地异象，乃本门大能刻意为之。嘿，今天来的人可真多呀！哎，那就是我们山河院的擂台，好大呀，好宽敞的擂台，这一下可以在上面大施拳脚了。这山河院被掌门封印，只有山河大比才会启用。哦。嘉兰师姐，龙轩师姐，方寒，好久不见。嘉兰师姐，我先去准备了。好，期待你在比赛中一鸣惊人。瑶儿，冷静下来。月儿，上了擂台小心一些，认真对敌，不要有轻视之心。好的，师姐，我知道了。你都已经说了好几遍了。你记住就好。龙轩，师姐，你的实力毋庸置疑，但你仍要小心应对。刚才我感觉方寒身上气息圆满，只怕实力已不在你之下。我与方寒师弟有过交流，师姐放心，我心中有数。山河榜交际是我羽化门定下的规矩，筛选出优秀弟子以便培养。这次门派拿出丰厚的奖励，赏赐给出色的弟子。如果你技高一筹，荣获榜首，则可以获得一枚阴阳万寿丹。阴阳万寿丹，竟然是阴阳万寿丹！可是能增加一甲子的寿命啊！
听说门派只有6枚阴阳万寿丹啊，这可真是大死！恭迎掌教至尊。恭迎掌教至尊。这就是羽化门的掌教至尊风白羽。言。羽化山内门大比乃是门派喜事，望众弟子竭尽全力，各显其能。表现出色，有足够坚韧的毅力、非凡的意志、聪明的智慧，都能够得到应得的赏赐。诸位弟子，山河榜大赛正式开始。开始了！那个出场的人是谁啊？好期待啊！山河榜共分16个擂台，各位弟子一一对决，胜者进，败者退，最终决出16人进入到山河榜大比。望各位弟子全力以赴，仙道争锋，有进无退。这小子一直都讲天师兄，这是宋什么出身的法宝？说不定可能很多鸟轩师姐好好斗一斗呢。以南天师兄为伍。各位脱颖而出的选手，你们是我羽化门内门弟子中最为出色的16人，希望你们16人各施绝技，斗智斗力，争取夺得榜首之位。第一场，方寒对战殷世海。方寒，你要加油哦，一定要打败他。好。这些羽化门的弟子太弱了，绝不是方寒的一合之敌。我该怎么将交付黄泉图的消息传回宗门啊？唉，只能再找机会了。阎罗金身的封印大法，还有冶炼制的隐秘符，果然有作用。看来没有人能看破我的真实实力。你就是那个顶撞华师兄、自不量力的方寒？不错，就是我。我是殷世海，听说你暴打了袁剑空一顿，但失去了银蛇剑的袁剑空只是废物一个。如今你没有七煞葫芦，我倒要看看你有些什么手段。我今天就代替华师兄教训教训你，让你知道天有多高，地有多厚。我这口飞剑叫做坤玉，内设灵阵，剑力玄魂。
是我得到奇遇，在上古大山昆吾山中。到底打不打？哪儿那么多废话？28匹玄黄马都拉他不。哼，无知狂徒！顶死吧！像灵巫杖这种法符，可以在方圆几里内发出茫茫大雾，再配合隐藏身形的隐匿符，这阴世海倒是有些手段。这阴世海发动的隐匿符，居然连自己的飞剑都一起隐藏了，比起一般的隐匿符，倒是高明了一些。哼，方寒。你一定会被淘汰的。有点意思。小子，这次你绝对躲不开了！起！这是什么法术？看起来太帅了！都有剑，这怎么打？青莲罗网，天地浩劫。他在山河榜上走不远。方寒获胜。内门弟子借来了很多宝器，比赛好精彩的。我天眼通弱，在这里看不清楚。你想不想去山河院？我也想去，但华师兄已经站在那儿好久没说话了。你去求求华师兄嘛，再不去比赛就结束了。去嘛去嘛去嘛，快去！华师兄。山河榜已经开赛3日了，这一届办得很隆重，东南西北风座真传弟子都有出席。没什么。
道门的云间。烽烟将起，天地共色。且看万丈冰雪，还天地一个清净。紫巅峰方寒奋勇争先，成为本届山河榜第1位登榜弟子。下一组，万罗峰耳聪对石龙峰何哭。长老且慢，望听我一言。难不成你想退赛？弟子不敢。众所周知，我与何必为同胞兄弟，那耳聪目明也是青铜手足。弟子斗胆进言，让我兄弟2人迎战耳聪目明，好打个痛快。弟子何必愿与家兄共进退，一荣俱荣，一损俱损。耳聪目明，你们意下如何呀？弟子愿与兄弟一同迎战，望长老应许。好，难得你们兄弟齐心，精神可嘉呀。双人配合竞技也有益于同门弟子增长见闻，特准许你们4人同时等类较量。石龙峰何哭何必对战万罗峰耳聪目明，比赛开始。耳聪目明施法，将何哭何必拉入幻境比斗，而山河院能将幻境中的画面显现出来，任人观看。好厉害啊！青山不改，
我宣布和魔气。魔气入体，他们心智失守，走火入魔了。师兄，这次想要我兄弟的命吗？师弟不敢。他们用了魔宝，若不是我们6域阴雷剧毒出狱，放火，技不如人，莫找借口。输呀，输得起。可是，哎，多谢师兄出手相助，我们认输了。长老，我闯入赛场救人，虽情非得已，但确实干扰了比赛，请长老降罪。无法，我自有判断。我宣布，本场比赛万罗峰耳聪目明获胜。你们俩不要得意太早，魔宝是双刃剑，威力只是表面。然而稍不留神，就会心智失守，坠入魔道。耳聪目明，若你二人再度被魔宝反噬，迷失心智，本规戒律必不轻饶。你们听清楚了没有？是，长老。你们两个也莫要气馁，胜败乃兵家常事，唯有用功实真，回石龙峰继续苦练吧。是。慢点。嘿嘿嘿。叶师兄，我们先告退了。站住！哪里来的魔刀？叶师兄啊，这是我们在地底魔窟跟踪方寒时，击杀白毛飞将缴获的。哦，白毛飞将何其凶猛，就凭你们两个货色，也能将其降服？叶师兄，当时数只白毛飞将正在围殴方寒，我们隐匿行踪气息，趁落单的飞将不备时下了暗手，也算讨得个便宜。对，讨了便宜，都是便宜。退下吧。谢师兄。走，下一场。紫巅峰方清微对战玄铁峰李小飞。我们走。是。哼。这是哪儿？这是……
觉他这么熟悉，就好像是我的一部分。他想带我去哪儿？这是什么？镜子。这人长得跟我一样。你是谁？哦，我是红姨。你又是谁？怎么跟我长得一模一样？闭嘴！装神弄鬼！嘿！是梦啊。红衣郡主，你居然还活着！哼，你也配提红衣？那个红衣郡主是谁？这些事你不需要知道。哼，要不是你长得像我的一位故人，你早就死了。世间竟有如此巧合之事，我真的那么像他？不如，方寒，方寒，方寒！我只希望身边有你。你叫方寒是吗？你叫我红衣郡主就好了。我也是上山来求道的。永远在一起。方寒，你的心跳得好快啊！可不睁开眼睛看看我？红衣，红衣，这是
心起身，自欲不死，修天门。你竟然敢对我使用魔功！我用的是魅惑之术，又不是要害你，何必这么生气？难道你不喜欢吗？我信不改。我只是想知道，你囚禁我真正的目的是什么？安心做事，以后你自然会知道。不要再自以为是，出去吧。刚刚红姨的剑是不是闪了一下光芒？没错。这剑是在提醒我什么？难道说是方小玲的原因？此剑乃红衣贴身之物，残留着红衣的一丝气息。既然他对方小玲有感应，那也说明此人绝不简单。这红光你早就看到过。为何不告诉我？告诉你又如何？以你现在的境界，不过是徒增烦恼。方寒，努力变强吧。只有强大，才能随心所欲。下一场，万罗峰叶南天对战石龙峰叶在生。这是谁呀？人类大鼻怎么还戴着面具？我看是长得太丑，没脸见人呗。我也能跟叶南天师兄比吗？叶师兄来了，叶师兄上了，叶师兄干掉他！师兄，把他的面具摘下来。哼，装神弄鬼！叶师兄，教训教训他！这位师弟，废话少说，给我熬住！这是什么鬼？我怎么从来没见过？看起来有点实力啊！雕虫小技。叶师兄，亮法宝吧！不用在意我，来吧，拿出你的全部实力！狂妄！好厉害！他手上多了个螃蟹钳子。那不敖珠，乃是深海王者万年不敖死后的精气草，具有万千深海异兽的神威。没想到会出现在这里。龟甲。功法跟我打！
天，为你的轻敌付出代价吧！八荒神剑。青薇，别来无恙。你不是死了吗？是石龙子师兄救了我，又赐我灵药，捡了一条命回来。青薇，等我打败了叶南天，再与你叙旧。洪荒异兽又如何？仗着家传法宝，就敢在我面前卖弄，当真是不知死活！今天就要你知道，我熬珠的真正威力！我熬珠！遥遥有宽，八荒神剑，周斩，剑出。本场比赛，万罗峰叶南天获胜。就是叶师兄肯定能赢，精彩啊！叶师兄果然太厉害了。萧师弟，我劝你还是好好修炼吧。至于轻微，哼，你就不要惦记了。你。叶师兄，这方清微性情冷漠，姿色平平，为何如此受人追捧？哼，因为有一个好姐姐，自然追捧者众多。哦，原来如此。大威德魔王不过神通5重，为何如此难炼化？以代掌教师兄的道器大荒古炉炼之，都功亏一篑了。夺他性命容易，炼其精神却难，只因缺少一味地宝，
地宝，黄泉水。没错，此水能化人精神，腐蚀心魄。可惜黄泉河在几千年前就被黄泉大帝强行炼化入土，从此在天地之中再难寻觅到黄泉水的踪迹。如今交付黄泉图重现世间，听闻那方清雪是最后一个见到黄泉图的人，会不会？若真是方清雪得了黄泉图，那也是她的机缘。只要她安分守己，不必管她。自从方清雪晋升真传以来，掌教对她愈加放任，隐隐与我们5大真传弟子分庭抗礼。而且他的门人还敢当众顶撞代掌教师兄，就此下去，紫巅峰必成门派隐患。羽化门上下的一举一动，都在本座掌控之中，师弟不必多虑。风物长，一放眼量。当今玄黄大世界风云变幻，魔道七脉蠢蠢欲动，仙道师门貌合神离。本座要考虑的是，我羽化门如何在即将到来的仙魔大战之中生存壮大。还请代掌教师兄解惑。本座已经以代掌教身份向太医门提出联合，仙魔大战动荡之际，便是重论仙道10门之时。这场浩劫，就是我羽化门的仙缘。代掌教师兄高瞻远瞩，是万罗一孔之见了。言，你快点告诉我，那个红姨的事情。我跟你说话，你没听到吗？有些事情跟你无关，你也没有必要知道。你，哼，帝皇书。你说什么？我知道帝皇书的下落。在哪儿？言，你想知道吗？你有什么条件？放我走。不可能，你死了这条心吧。哼，你对方寒还真是忠心耿耿。得到帝皇书，你就有可能成为仙妻，这样的机会都不能让你放了我。你想离开是痴心妄想，我劝你还是不要枉费心力了。那你把红姨的事告诉我，我就告诉你帝皇书的下落，如何？当年黄泉大帝找了无数个年月，都没有找到帝皇书的下落。你不过是神通一重的大阿修罗，你是如何知道这天下1等1的隐秘之事？你不必管我是如何知道的，只要我说出来，你自然清楚真假。好，你且说来听听。你先把红姨的事告诉我。好，我便让你看一看红姨之事。你这个骗子！你是我方寒在这世上第一个朋友。
会流泪，他又为什么能为方寒做到这种地步？为什么？该你了。黄泉魔宗，苏秀一。苏秀一。你在这里干什么？不是要去山河院吗？师姐，你就看我的表现吧。方寒见过各位师姐。方寒，马上就轮到我上台了。小师姐，你一定可以晋级的。方寒，我现在可比以前厉害多了。你要是在擂台上遇到我，可得小心喽。哼哼，我现在的实力肯定会吓你一跳。哦。师姐，呀！凌霄，嘉兰，下一场嘉兰峰龙轩对战凌霄峰虎瑶，比赛开始。师姐有病吗？谁都知道，还用你这说？就是肯定赢啊！狐瑶师妹，一别多日，没想到再见面，却是在这山河院。装模作样！我一直在峰内苦练，就是为了今天。我倒要问问你，凭什么看不起我？少林功，弯弓飞火。狐瑶师妹进步颇多，但你心浮气躁，急于求胜，想要决胜于一招之间，却是太急了。啰嗦！你信中说我行事鲁莽，不堪造就，修行前途无望，不配和你结交，现在却又来假仁假义，怎么想要我手下留情吗？我何时给你有这种心思？寒翅冰雨。还敢狡辩！
挑拨离间，想要破坏你我姐妹关系。我不信，信中所说之事，只有你我知道，除了你，还会有谁？天地为激摇律动，八宝五翅下九霄。况且，我与你绝交，与我能有什么好处？哼，待我打赢你，再与你对峙。冲！煌煌天威，拨云见日。胡杨，胜负已分，你我可以聊一聊了。哼！自从你给我绝交术，我便再问你这个师姐。师妹，你我10年情谊，难道还抵不上一张来路不明的书信吗？师姐，我倒要看看你怎么说。我宣布本场比赛嘉兰峰龙轩获胜。师姐最棒了，刘师姐打得也不错。观战一日我都饿了，去吃饭。哼，这仙门跟我魔族有何区别？山河坊开赛，连来御膳堂吃饭的人都少。那是，门内大比，精彩绝伦，肯定不能错过。今天的比赛精彩，先不喝酒了。就是，等比赛结束了，咱们再一起喝。好。为什么感觉此地似曾相识？明明没有来过。
刚刚是幻觉吗？就连这盆植物也……他怎么会进到这里？这是红衣第一次带我来吃饭的房间。不知不觉，已经过去1年了。没想到，却已是物是人非。龙池赐酒畅云平，节鼓升高众乐庭。我不认识你。凌霄峰，林岩。五大真传弟子凌霄的门徒，他来有何目的？凌霄峰，那虎妞是你师妹吧？我喜欢那姑娘，她怎么没来？虎瑶师妹以前去嘉兰峰与龙轩师姐叙旧，林某带师妹谢过姑娘。凌岩师兄，寻我何事？方师弟，我是来提醒你，小心叶南天。此人一贯阴险狡诈，睚眦必报。你与他已势如水火，他肯定不会放过你。此次山河榜，他不仅有八荒神剑，恐怕身上还有其他底牌。望方师弟早做提防。哦，有趣。自我和华天都立下10年之约，羽化门弟子皆对我避之不及。你倒好，竟敢主动来与我结识，还助我对付叶南天，就不怕同门不利你？林某一心向道，平生只佩服跨以恩仇之人。奈何同门者众，同道者少。如今羽化门中，多是些钻营利己之辈。可当林某听闻方师弟的种种事迹，不禁拍手称快。方师弟至情至性，乃是我同道中人，故冒昧前来提醒，免遭小人陷害。林某也无意叨扰，这便告辞。等等，方师弟这是？林师兄的酒量如何？哼，自从饮酒，从未醉过。那我倒要试上一试。
不错不错，你这人干脆率直，很对我胃口。喝。敢问，这位姑娘是？我叫方小林，是他的侍女。好，姑娘虽为侍女，但气度不凡，亦是女中豪杰。你这人有些意思，就是说话啰嗦。林师兄，请看。痛快！你这个朋友，我方寒认了。林师兄，请。好，酒逢知己千杯少，一坛怎够？一醉方休。方师弟，林姑娘，请。啰嗦。就是你看这作风嘛，哎呀，行，才有味道。我宣布，比赛正式开始。我还以为是谁呢，怎么又是你？左凌风见过虚玉儿师姐。谁是你的师姐？我可没有你这样的师弟。请师姐赐教。果然不简单。你拿个破叶子干什么？换阵，桑若残从。这是幻境。这片叶子名为金蚕桑叶，是我专门为了山河坊大赛选的。哼，我是一定要赢的，看招！别白费力气了，这枚灵剑只凭肉身就是无法撼动的。桑蚕说风，好强的风！看来这小丫头就要输了。我是不会输的。这倒厉害了吧？小师姐，方才不是挺神气吗？哼，不过如此。这次
手会把你推下台去。少得意！白费力气。这小丫头在干什么？这不是无用功吗？你看着吧。快把音波打入了地里。该玩的够了，老老实实回加兰峰盘亲吧。方寒说风，怒海奔腾。坚持住！正面打不破防御，就从地下攻击。这小丫头还挺聪明。还好升到了肉身10重，否则还真不好赢。哼，早就让你认输了，现在知道厉害了吧？我宣布，胜者加兰峰虚月儿。月儿师妹打得好，好样的，月儿师妹！打得好啊！不愧是加兰会的人，小小年纪就击败了加兰师姐、龙轩师姐，月儿赢了，可是加兰是你身边的人。方寒，我赢了！我说过，他会赢的。下一场，林岩对战袁剑空。师兄，加油！林师兄可是山河榜第4啊！袁剑空失了银蛇剑，绝不是林师兄的对手。袁师弟，别来无恙。林师兄，别来无恙。听闻袁师弟在瀚海沙漠丢了银蛇剑，我这里恰好有一柄飞剑，早就想赠与袁师弟，可是一直苦无机会。现在看袁师弟好像未带兵器，不如林师兄先打过不迟。袁师弟说的是林某唐突了。袁师弟，请。赤翼金乌，这可是碧焰峰的阵风法宝，居然在袁剑空手上。嗯，师姐，这是什么法宝啊？很厉害吗？这是今日烈长老为金狮台苦练了10甲子的宝器，一直放在碧焰峰镇压四方，没想到居然到了袁剑空手上。想必是袁师弟找到金师兄借来的。金狮台他竟然能将这件法宝借给袁剑空。金石台的东西，哼，真是个阴魂不散的家伙。金石台，那谁？就是个神通2重的真传弟子，方寒的手下败将罢了。神通2重？想不到袁师弟竟能借来碧焰峰的阵风法宝，林某佩服。林师兄，请赐教。
林师兄，你的影杀枪不会只有这般威力吧？哈哈哈哈哈哈！林师兄，这就放弃了？袁师弟，看来我们已经分出胜负了。我看未必。逐挥散射，下菜。法宝确实不错，可是这元剑空就发挥不出它真正的威力，也就看上去唬人。赤翼金乌果然厉害。认输吧！这赤翼金乌，不愧是碧焰峰的镇风之宝。哼！接好了！袁师弟，你输了。袁师弟，你本是剑修，纵然金师兄的法宝神妙，却与你本身的术法相悖。倘若你今日用剑，我未必能赢得这么轻松。等你日后有了合适的剑气，可随时找我切磋。我宣布，胜者林岩。林师兄好棒啊！影杀枪确实厉害，真不愧是林师兄。林师兄太帅了！想不到这林岩竟然强到了这种地步。龙轩，恐怕林岩已经有与你争夺榜首的实力了。哎呀，袁剑空真是废物，窃来法宝都能输，真林师兄太强了。林师兄威武！林师兄，这次山河榜真是高手如云呐。这一天天的好无聊啊！袁剑空，怎么样？赢了还是输了？看电视赢了，对不对？多谢金师兄的法宝，我输了。不可能！我这赤翼金乌威能无穷，即便是神通秘境也能抗衡一二，怎么会败于内门弟子？金师兄，我本是剑修，赤翼金乌虽好，但火系法宝始终就不是我所擅长使用。我也尽力了。废物！袁剑空，你这个废物！我不是废物。赤翼金乌，如果没有你说的那么厉害，
我又怎么可能会输？好啊，你竟然怪到我身上了！你这个忘恩负义的！你神通秘境加上祝融火神镜，都没有解决方寒，有何资格说我？袁监控，你等我出去，定会！不，我要叫我爹现在就收拾你！袁监控，方寒，华天都！方寒师兄，那叶南天最近又上了万罗峰，借来了万罗师兄的法宝罗生门。罗生门？不错，这罗生门乃是宝器，威力极大，传说没人见过这件法宝的能力，因为见过的人都死了。方寒师兄不可不防啊！而且，那万罗也赐给了方清微，一件新的法宝。哼，倘若自己本身实力不济，纵然有再强大的法宝，又有何用？方师兄所言极是。好了，我知道了，你下去吧。啊，是。罗生门有意思。各位弟子龙争虎斗，门派都看在眼中。如今8强已经决出，各位将要向山河榜榜首发起冲击，望各位不留余力，先到争锋。方寒对战尔聪。比赛开始。我认输。方寒获胜。尔聪在搞什么鬼？他是不是故意输给方寒的？你到底是方寒的人，还是我们的人？下一场，叶南天对战牧明。
你兄弟二人有什么事情在瞒着我？说。请师兄赐教。你不出手帮帮他们？说，我认输。南天，我上。这是怎么回事啊？叶师兄被人挖墙角，他们真的跟了方寒。闭嘴！方寒，我定要将你碎尸万段！哼！好手段呀！众目睽睽之下，让叶南天颜面扫地。权术小道不值一提，主要是为了给叶南天一个教训。哎，姑娘哪里话呀？方寒师兄义薄云天，气冲霄汉，而那叶南天树木寸光，气量狭窄。那比起方寒师兄，那真是萤火比月光。行了行了，闭嘴吧。方寒师兄但有差遣，我兄弟二人赴汤蹈火，在所不辞。好了，你们俩做得不错，我日后不会亏待你们的。多谢方寒师兄。下一场，方清微对战龙轩。师姐加油，好好教训一下那个家伙。放心吧，玉儿，我自有分寸。龙轩已经蝉联3届山河榜榜首，实力毋庸置疑。你全力以赴，能削弱他的实力就好。我有万罗师兄亲赐的神鞭，对付这种徒有虚名之徒，绰绰有余。真是朽木不可雕也。你和那小丫头已是迦兰会的顶尖人物，何必自降身份，和我方家的马奴为伍？方师弟根基深厚，实力强劲，只怕过不了几年就可以在山河榜上独占鳌头了。你所谓的马奴，不过是前尘往事，何必再提？这方寒，如果没有我姐姐栽培，仍是低3下4的奴才，如今却敢在我面前耀武扬威。这次山河榜大赛，一定要让他再也站不起来。师姐，打他，打他！听说她是你的未婚妻，你真是艳福不浅，红颜成群啊！倘若你再胡言乱语，别怪我不客气。方清雪师姐精彩绝艳，可是你却如此心胸狭窄，鼠目寸光。今天我就替方清雪师姐好好教育一下你。就凭你，你算什么东西？还敢替我姐姐教育我？好嘞！
方清微马上就会输了。你这鞭子确实神妙无比，只怕是神通大能所为。不过你如此仰仗法宝，自身却如此孱弱，走不远。这下你明白了吧？依靠法宝并不能代替修炼者本身的勤修苦练。我辈修道一途，没有捷径可走。你算什么东西，也敢对我说教？快，给我道歉，否则我姐姐不会放过你的。真是执迷不悟，无药可救。这龙女有些手段，距离这么远，我都能感觉到寒意。龙轩的实力已经无限接近神通秘境，方清微不过是借助万罗的法宝罢了，怎么会是龙轩的对手？真是个蠢货！你这个……快闭嘴！啊，见笑了。龙轩获胜。下一场，林岩对战许月儿。月儿，加油！月儿，保证安全的情况下，全力一战。好，你们就看我的吧。林师兄，月儿师妹，比赛开始。红衣，如今我已成就神通秘境，山河榜后必定会成为真传弟子，距离为你扭转阴阳、逆天改命又近了一步。公子，你有何事？言已经把红衣郡主的事情告诉我了。你收我做侍女，是因为我跟红衣郡主长得很像吗？红衣是红衣，你是你，不要混为一谈。那你为何放我一马？我不相信你这么好心。你把我带在身边，不会是有什么坏心思吧？我与羽化门第一真传弟子华天都立下战约，10年之后一决生死。那华天都实力非凡，底蕴雄厚，我想要后来居上，需要人手帮我，而你就是我收服的第一个手下。那华天都很厉害吗？华天都距离长生秘境也就1步之遥，而我才刚刚踏入神通秘境。10年之后，我很有可能会被华天都一招击杀。
公子一定可以战胜华天都。专心为我做事，不要胡思乱想。10年之后，无论我胜与不胜，都会还你自由。此话当真？倘若我输了，你自然恢复自由之身；倘若我赢了，那时候以我的实力，你对我也毫无用处，我自然会放你离开。好，一言为定。10年之内，我会全力助你，而你，也记住你说的话。我方寒说到做到。你这10年之约，也与红衣有关。不错，修行之路生死无常，可弘毅之死却是人祸。争权夺利，勾结魔道，戕害同门，这些账我会一笔一笔跟他们算，谁也跑不了。华天都是羽化门第一真传，未来的掌教人选，他也参与了这些事。华天都身为代掌教，却赏罚不公，排除异己，包庇恶徒，有什么资格管理羽化门？10年之后，我一定会亲手废了他。你退下吧。看来我真的没有看错，这方小林跟红衣确实是宿命纠葛。今年的山河榜大赛太精彩了！哎，接下来该谁了？山河榜4强已经决出，这一场林岩、龙轩。师姐，加油！林岩师弟，请。龙轩师姐，请赐教。龙轩实力已经达到肉身境极限，看来林岩今年又与榜首无缘了。林岩实力突飞猛进，但龙轩却更胜一筹，确实可惜了。没什么可惜的，门内竞技有所感悟便已足够，胜负反而不重要。不过，龙轩想就这样赢到最后，恐怕也没那么容易。
都有心培养。叶南天身怀宝器，颇有对今年榜首势在必得的意思。不过我倒是觉得，叶南天恐怕未必能有和龙轩交手的机会。哦，你看好方寒？林师弟，你进入肉身10重神变境的时间尚短，这招的威力还是差了一些。威力不够。龙轩师姐，就加油！那你倒是看看，我这一招的威力够还是不够？白沙载孽，与之俱矣！多谢龙轩师姐留手，林燕认输。林师弟，承让了。本场比试，龙轩获胜。师姐厉害呀！下一场，方寒、叶南天。哇，跟叶师兄上了！这方寒还敢上吃天高地厚的家伙，丢人现眼！嘉兰，你看好方寒，不如我们赌一赌。我赌那叶南天赢，押上一件宝贝。天目神针，这是东方千目真气，凝聚万年才能凝聚成的宝贝，被你九转凝练多年，你居然拿这个和我赌，显然是看上了我身上的某件东西。不错。我看上了你那串银河手链，怎么样，敢不敢赌呢？我赌了。好。方寒，倒是我小看你了，能够叫耳聪目明为你效力。看来你还有些手段，不过也就到此为止了。擂台之上还是要看实力，我就让你3招，让你见识见识你我之间的差距。比赛开始，出招吧，方师弟。
你不是要让我3招吗？怎么不让了？呸！华师兄刚收了7煞葫芦，又拿出一件魔道法宝，又是一件魔道法宝。这方寒，又一件魔道法宝，魔道邪祟，整个紫莲峰都和魔道有关。胡说八道什么？你真是魔根深重。我今天华师兄教训教训你。方寒加油啊！去哪儿？我没有。我劝你不要胡思乱想，不然，哼！言，是言，除了方寒，一直都是言在监视我。不对，还有机会。言，看来以交付黄泉图现在的残破状态，在长生秘境的大能面前，也只有憋气锋芒，切断对外界的感知。只要方寒显露神通秘境，必然会引来羽化门万年巨头的重视。到时候，八荒神剑，不周斩！方寒这小子手段倒是层出不穷啊！方寒，既如此，你休要怪我！生门开！罗生门。师兄的罗生门，传言万罗师兄就是用它击杀了大天魔王。这罗生门有移形换影、收摄灵气、擒拿敌人的无上功效啊！没想到叶师兄能记到这样的法宝。方寒，罗生门本来是为龙轩准备的，逼我用出这招，足以自傲了。不过也就到此为止了。罗生鬼手，方寒，这罗生门威力巨大，
我也不能自如操控，怪不得我了。收！这罗生门内自成一界，不想死就快快认输，我便饶了你。叶师兄，继续用力啊！有骨气，方寒。那我就将你送入这罗生门内，神形俱灭吧！什么？你废话可真多。动不了！叶南天，擂台之上，确实要看实力。不可能！我就让你见识见识。难道他……你我之间的差距到底有多大？神通秘境。真的是神通秘境啊！这可是神通秘境啊！我看叶南天认输算了。哎，果然有罗生明在，身后尚未可知啊。这方寒入门才多久，便能突破到神通秘境，说是奇迹也不为过。实在是我羽化门的幸事啊！怎么样，凌霄？你想要我的银河手链，只怕是不成了。罗生门威能无穷，依靠这件宝器，叶南天也未必没有一战之力。罗生门擅长缠斗，在困人方面尤为擅长，而方寒刚刚升入神通秘境，结果尚未可知。叶南天依靠2件宝器就敢大言不惭，让我3招，你以为你是谁？我今天就让你知道我们2个之间的差距。光俊！方寒，我与你不共戴天！李师兄在燃烧精血，他不要命了吗？寿元驱动法宝，这难道不是你们口中的魔道行径？别费力气了！神通秘境又如何？在这罗生环境中，你必
这罗生幻境，就得面对自己恶的化身。打破自己的幻身，你就别想出去了！哈哈哈哈哈！在这幻境当中，恶念皆不死之身。这恐怖威力，紧急先求。这是我没看错吧？这也已经消失了，这怪物怎么还在？胜负还未分呢。叶南天师兄还是输了，方寒肯定山河榜第1了。唉，可惜呀，连罗生门都对付不了他呀。叶南天，我说过，你会后悔。现在只要你开口认输，我便放过你。让我向你低头？你做梦！看来这山河榜上有所伤亡，也是在所难免的。来呀！哈哈哈哈哈哈！方寒，你今日赢了我，又如何？还不是只能苟活10年啊！10年之后，我要亲眼看着你万劫不复！哈哈哈哈！同门之间没必要生死相搏。冤家宜解不宜结，叶南天我带走了，此事就此告一段落。方寒，你身为神通高手，心胸要宽广一些。好的，万罗师兄。甚好。本场比赛，方寒胜。这方寒果然有些嚣张的资本。哎呀，该早日结交方寒师兄的。我看啊，这方寒还是识时务的。这怎么可能？他怎么可能踏入神通秘境？他怎么可能一步登天？
凌霄，你这天目神针，我可就笑纳了。方寒，山河榜4强已经决出，下面就是3、4名的角逐，叶南天对战林岩。由于叶南天伤势过重，主动弃赛，林岩判胜。接下来是本次山河榜大赛最后一场比赛，方寒、龙轩入场。方寒师弟怎么就成真传师兄了呢？师姐，他都神通秘境了，还要和龙轩师姐比斗，这不是欺负人吗？方寒现在依旧是内门弟子，继续比赛并无不妥。这对龙轩师姐也太不公平了。这世上何时有公平可言？大威德魔王以神通秘境之能屠戮我内门弟子，可有公平？华天都修为已接近长生秘境，却与方寒定下10年之约，可有公平？修行本是逆天事，火中方断不坏身。月儿，你明白了吗？月儿明白了。既然龙轩有心一战，说明他已经想好了应对神通秘境的方法。这场比赛的结果犹未可知。掌教至尊，恭迎掌教至尊。既然弟子已经上场，比赛继续吧。方寒，恭喜你踏入了神通秘境，从此之后逍遥自在，前途一片光明。龙轩，我已晋升神通秘境，你确定还要跟我打吗？叶南天用罗生门都不是你的对手，按照道理，我应该知难而退。不过，我距离神通秘境只差最后一丝火候。阴阳万寿丹可以让我立刻踏入神通秘境，是我必得之物。而且，我也想试试自己与神通秘境到底有多大差距。好，那便得罪。
此时必然没有余力顾及到在场外的情况。燕，他恐怕在长生秘境面前，已经完全隔绝了与这一方天地的联系。机不可失，拼了！是生是死，总得试一试才知道。哼，废物总归是废物，这么久都破不了一个肉身境弟子的阵法。要不是姐姐偏心，不知道给了你什么好处，哪有机会突破神通秘境？这个距离差不多了，总算脱离了羽化门护山大阵的范围。我虽然与方寒有过君子协定，但生死安危岂能完全交于他人手中？待我把消息传回宗门，做好两手准备，总不会错。空来法，天眼魔念，系神魂。成了。真是好手段，在困人这一方面，他叶南天的罗生门也达不到这样的效果。那是叶南天实力低温，发挥不出法宝本身1/10的水准。冲！同学，精神凝练，最多3年就能突破神通秘境。不用等3年，我只要能胜利，得到阴阳万寿丹，立刻就会升入神通秘境。所以得罪他，你这冰涛阵困不住我。不必困住你，只要能消耗你的法力，就足够。碎！方寒，你太大意了。若你直接爆发实力，我早已被你击败。但你现在被我冰山镇压，就休想出来了。倒也未必。你想收缩法力，然后猛地爆发，炸开冰墙。即便这样出来，你也是法力所剩无几，如何再战？破！
被他锁定，跑不了了。血天狼，你现在法力匮乏，没有胜算。终究是我差了一招。我认输。输了，对方可是神通秘境的。本场比试，方寒获胜。力败如龙了，可惜终究还是。方寒，若我再坚持半刻，恐怕就是你的法力先彻底枯竭了。真的吗？这是法晶玉石。我有法晶玉石，法力是消耗不完的。你技高一筹，又准备周全，榜首实至名归。方寒，你到山河榜前面来。见过掌教至尊，见过长老。阴阳万寿丹是我羽化门无上灵药，服用下去能够强化生命，增加你10个甲子的寿元。方寒，弟子在。神通一欠，天人之隔，难得你在短短10日便突破神通秘境，不错，很是不错。稍后便前往掌教殿吧。是。今日的结果，本座甚是欣慰，众弟子自当勤勉，光大我羽化门道法，护佑这方天地。谨遵掌教法旨，恭送掌教。这一届的山河榜大赛实在是太精彩了。那边秘境，那不就是方不轻易出手闭嘴，那是方寒师兄。哎，对，方寒师兄果然气宇轩昂。想不到你深藏不露，连我都看走眼了。不过，你帮我赢了一枚天目神针，我倒是十分高兴。若嘉兰师姐真的看走眼，就不会压在我身上了。龙轩，这颗阴阳万寿丹，还是送给你吧。什么？望你早日蜕变到神通秘境，为我羽化门再添一位真传弟子。阴阳万寿丹啊，这也是能拿来送人的。亏姐姐对他那么好，果然是只白眼狼。你大概不知道，这阴阳万寿丹增加10甲子寿元到底有什么意义？我羽化门多少天资卓越的真传弟子，因为寿元枯竭，没能更进一步，身死道消，却无可奈何。别说10个甲子，就是增加10-20年寿命的灵药，
都能引发一场血雨腥风。你这丹药太过珍贵，我不能要。我曾发誓，10年之后，要和华天都在天刑台上一决生死。如果我能战胜华天都，那自然已经修为高深，寿元悠长；如果战胜不了，便绝无活路。所以这阴阳万寿丹的10甲子寿命，对我来说其实并不重要，还不如结个人情。你的人情，我龙轩今天记下了。方寒，你学会了神通，到我迦兰峰一趟吧。稍后一定去拜访迦兰师姐。不过，我在地底收服了一个魔族侍女，还得请迦兰师姐代为看顾一下。自无不可。迦兰，凌霄师兄，凌霄师兄来了！凌霄师兄，你的迦兰峰从来不许男子进入，现在居然要破例。规矩是我定的，一枚阴阳万寿丹，破例一次又何妨？你若拉拢方清雪，说不定还能和华师兄争一下掌教大位。现在拉拢一个活不过10年的人，有什么用？哼！你好自为之吧。凌霄与华师兄亲近，对你刻薄一些，你不要在意。不过他不会暗中对你使绊子，你大可放心。哼，连华天都都得罪了，倒是不怕得罪更多人。夏兰师姐，告辞。怎么不是掌教传过？方寒，我乃天行子。原来他就是天行。方寒见过天行长老。此次传功本该掌教亲自与你详谈，但山外有事需掌教处理，故安排我来与你受罚。多谢天行长老。方寒，此次你于山河榜夺魁，并踏入神通秘境，经真传宫审查无误，现正式晋升你为真传弟子，指定一座山峰作为行宫，并传授一门神通。你可有疑义？弟子愿受传承，师门恩德，感念在心。此乃春风木灵树，可以吸纳草木之灵，化育万物。正好，我羽化门弟子众多缺少丹药，你就每月以此法炼制100枚木灵丹，交到门派仙库吧。这修炼需循序渐进，要你炼丹，既是帮扶同门，也是让你精炼此法，
1年之后，木灵元气运用纯熟，自然就能传授你8大神通之一——天目大法。谢长老传功指点。下去吧。弟子告退。你看这方寒如何？这方寒不仅拥有交付黄泉图，而且修炼了黄泉门的阎罗金身。这消息要是传出去，我羽化门从此多事啊！哪个真传弟子没有奇遇仙缘？只要他们不做出危害宗门的事情，我羽化门保他无恙。你传方寒春风木灵术，是想叫他先修行木系神通？木法炼心，对他未来修行有益无害。方寒有了春风木灵术，后续的木系高深法门，自然会有人传授给他。仙魔大战在即，我却参不透这传说中大劫难之象，心有不安呐。你是担心此劫并非仙魔大战这么简单，而是有大异变将生？这段日子，我会继续在时空深处闭关修炼，以便更进一步关明天机。门派之事，便托你多加看顾了。这天变得可真快呀！小师姐，出来吧。你可算来了。小师姐，怎么还到山下等我？当然是师姐叫我来接你啦。平日迦兰峰都不许男子进入的，所以你要跟好哦。好。师姐，我把方寒接来了。嘉兰师姐，龙轩，多谢方寒赠丹之恩德，龙轩莫齿难忘。我只是物尽其用而已，恩德不敢当。方寒，阴阳万寿丹乃天地之间的瑰宝。思来想去，
我也寻不出与之相当的谢礼。不如就把这打赌赢来的天目神针送与你，你将之炼化，融入法力，可省去不少苦功。夏兰师姐，这……哎呀，给你你就拿着吧。门派只授你春风木灵术，应是想磨练弟子心性，但时间于你而言，恐怕是最为稀缺的。在别的地方，草木之精稀薄，你很难炼成木灵真气。但我这迦兰峰上有一处紫竹林，乃是我精心培育的灵根。你就在这里修炼，定能突飞猛进。多谢迦兰师姐。方寒，紫竹林是我最喜欢的地方，它可漂亮了。这羽化门长老有些本事，若非施展了大寂灭法，我都担心瞒不住他。为掩人耳目，眼下还是得先学会这个木系神通。哼，这就是羽化门8大神通天目大法其中的一个小神通而已。要战胜华天都，每一个呼吸的时间都异常重要。怎么可能浪费1年在这个上面？要学，就直接学青帝木皇功。青帝木皇功？羽化门的天目大法，只是太古神通青帝木皇功的一部分。而我知道完整的青帝木皇功。这春风木灵术与青帝木皇功正好真气同源。你以后施展，也能免于怀疑。你怎么会羽化门的神通？哼哼，笑话。五帝大魔神通，乃我黄泉门掌门绝学，分别有青帝木皇功、赤帝火黄气、白帝金黄咒、黑帝水黄泉，以及黄帝土黄道。也就是你正在修炼的阎罗金身。那我岂不是能修2门太古神通了？年轻人做梦要有限度。太古神通真气相冲，凡神通5重之下同修2门，便立刻爆体而亡。神通第5重，天人境，我一定会很快达到的。要是天人境都达到不了，那也没有资格战胜华天都。青帝木皇功与你的阎罗金身冲突，会造成身体僵硬硬化。你先将修炼的木灵元气融入筋骨脉络，待时机成熟，再凝练真气。很好，3个月时间，你已经完全融合木灵元气。现在，利用阎罗金身打散木灵元气，用青帝木皇功强行吸收，凝为木灵真气。修炼透了，才能磨练意志。意志越强，精神就越强。法力也就越强，只有这样才能突飞猛进。
万众仙神，运转气势。大气，无法接受一点真气，这样下去会被玉灵同化。既然这样，那我就爆发全力，一举从内部击破他。放给我！青帝符，木皇符，你。秘境第二重，真气境，力大于百代，凝神五内来，化无而为有，苍穹尽自开。想不到法力转化为真气，能将力量扩大到如此地步。还好已经联系到了外界，以他的成长速度，光靠我自己，恐怕没有半点机会逃脱。方寒，你这个坏蛋！亏我天天盼着你出关，你竟然把我的宝贝竹林给吸干了！你赔！你赔我的竹林！怪我，小师姐手下留情啊！莫要胡闹！方寒，恭喜你，居然在短短3个月，踏入了神通秘境第2重，炼成真气。这种速度实在是惊世骇俗，一般人30-50年才能踏出这一步。龙轩，你终于修成了神通秘境，一步登天，实在是可喜可贺。还要多谢你的丹药相助。对了，天宫院已将门派为你指定的山峰整修完毕，一起去看看。太好了，咱们这就动身。小师姐，我不理你了。走吧。神通秘境方可御风而行，这魔女竟有此等实力。看来之前交战，她还是留手了。前方就是了。只有仙门，才可以在此山峰中建造宫殿。大力神魔修建宫殿不是什么难事，真正困难的是把山峰立起来。天宫院长老众多，联手施法，自然不在话下。天宫院长老，鬼斧神工，我早有耳闻。今日一见，果然名不虚传。我的龙女峰就在附近，往后还望相互照应呢。说起来，你的山峰可想好取什么名字了？我9年后要与华天都决战，若败，一切都是烟云。虽然我们相差巨大，
但30年河东，30年河西，风水轮流转。他今日在我面前耀武扬威，说不定9年之后，就轮到我雪耻。这山峰就叫做轮回。眼下还有另外一件事情要和你商量。我们已经是神通秘境，有没有兴趣到海洋归墟，撞一撞仙缘，探险一番？归墟？不错，归墟是上古仙魔大战的一处战场。那次大战打穿了世界，出现了连接各个空间的通道。如今，只要通过那些通道，便有机会找到隐藏在其中的上古遗迹。上古灵丹、法宝、大能遗骸数之不尽，甚至还有传说中的仙器。运气好，便是无尽机遇；运气差，便是生死道相。好，我得准备一下。明天一早，咱们动身去归墟，撞一撞仙缘，寻一寻宝藏。那我就不多耽误了。明日一早，等你消息。我闭门苦练，10年之内是不可能超过华天都的。看来，这归墟就是我的机缘所在。师姐，方寒幸不辱命。这次山河榜大赛，我已取得魁首，如今可以堂堂正正立于真传弟子之列了。精神化身，短短3月，勘破神通2重，足见你根基深厚。是时候到羽化山外撞仙缘了。我也正有此意。接下来打算前往归墟历练一番，还请师姐指教。不错，你想要超越华天都，无论怎么修炼都是不成的，唯独要在生死中搏杀，一次又一次完成不可能完成的事情，才会彻底的激发身体的潜力，突破境界。多谢师姐提点。啊，师姐，这是我在地底收服的魔女。缘来九霄无尽法，冥冥千世命定劫。走。看够了吗？不知你眼里是我，还是某位故人呀？此次出海历练，凶险难测。这把剑，你就先拿去用吧。有问题吗？没有。果真如此。看来这方小林与红夷郡主之间，的确关系匪浅。